陈红重生了。重生在将要离婚带娃回娘家的前一天，丈夫出轨抛弃她和孩子，在活疑是她上山种地下海捕鱼，拼命赚钱养活孩子，不料却成了海王。妈妈，你回来了，宝宝饿了，要吃饭。好的宝宝，妈妈马上去做饭。你上午在家乖不乖？你爷爷呢？妈妈，爷爷去接爸爸了，爸爸要回来了。今天是于海回来的日子。结婚后，于海在济南打工1-2个月才回来一趟。重生回来的陈红知道于海在济南有了外遇，那女人已经等不及了。陈红进厨房，烧了的豆角炒肉，凉拌的黄瓜，西红柿炒鸡蛋，又煎了个小鱼干，热了热昨天吃剩的鸡腿。于海父子还没回来，陈红就和儿子先开饭了。刚和儿子吃完饭，于海父子就回来了。爸，于海，你们回来了，宝宝饿了，我和宝宝就先吃了，你们吃完放着就行，等会儿我收拾。你和孩子先睡觉吧，忙活一上午了，下午还要去摘梨子呢。好，那我带孩子睡觉了。午休起来，陈红推着小车，带着矿子去了山脚下梨园。一下午，陈红摘了10多棵树，于海也去帮忙，一共摘了快2000斤梨子。于海，你先摘着，我去表叔家喊表叔来拉梨子，让他直接把车开到山脚下。好的，你和表叔说好了吗？早就说好了，等装完筐过完秤，表叔下午就直接送到市场去了，价钱都定好了，说好了去了就收。你去吧，我自己先摘着。陈红下了山，去了城中心表叔家。表叔是村里的村长，已经当了30多年的村长了，在村里还是比较有威信的。表叔，梨子我摘了2000多斤了，你看是不是现在开车去拉到市场去？哟，你摘的挺快呀，找谁帮忙了？我以为你也就摘了1000把斤，凑不够一车。于海中午回家了，下午帮我摘了10几棵树。于海回来了，正好在家待几天，帮你把梨子收了。天气预报3天后有雨，就怕梨子淋雨炸缝了。表叔说着，走到院子里，把3轮车启动起来。老姑，你把磅秤抬到车里，也上门去帮着装车过秤，人多快点。嗨，喊啥？这就来了。你表叔一辈子改不了急性子的毛病。表婶边和陈红说着话，边上了车后斗坐下。3轮车喷着一阵阵黑烟，开出了院子，沿着村耕路向西开到了山坡上。叔婶，你们别进地了，就在这看看秤，只有2000来斤，我和于海一会就运过来了。有于海在，我也能躲过来。于海，先别摘了，车来了，装筐往地头运吧。你都装筐里，我先运出去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忙碌，梨子都装上了车，送去市场的有2500斤。还得是陈红你有主见，当年花1000块钱买种苗，贵是贵了点，可结果了好卖呀，价格也挺好。是呀，虽说贵点麻烦点，瓜果销售就看出差距来了，在济南市场上5-6块钱1斤都找不到。于海拿出一叠钱交给陈红，今天的货款按2元每斤算的，一共是5000元。陈红抽出2张100的递给了表叔。表叔，这是你的运费。你给多了吧，给100就行。今天都是于海搬的货，我基本没动手。表叔，你说啥呢？于海就是打个补丁，算是给你帮忙的，你和我们还客气啥呢？快收起来吧。表叔，快把钱收起来，人家水果店让咱们明天多摘点，梨子送去2000多斤，他们不够卖。不行，明天再找2个人帮忙吧，尽量1-2天内把梨子都摘了，要不然后天就要下雨了。你二虎叔家2口子在家呢，他家现在地里也没啥活，他儿子和儿媳妇也在家，把他家4口叫上人就够了。那我现在就去。表叔表婶，你俩晚上别走了，正好于海也在家，我炒几个菜，你们爷儿几个喝2杯。不用，我和你婶回去吃1口就行，就不麻烦你们了。麻烦啥？就是多添2双筷子的事。陈红从厨房拿出竹篮，去后院菜园摘菜。现在菜地是胜果期，有茄子、黄瓜、西红柿，还有一小片韭菜、大葱。陈红把各种各样的蔬菜都摘了一些，凉拌个猪耳朵拌黄瓜，炒个西红柿炒蛋，土豆炖排骨，香煎个鲅鱼干，留昨天蒸的馒头。不到1个小时，晚饭就齐活了。还是家常菜吃的舒服，在外面饭店小摊吃的都不合口。那你就别走了。今年梨子能卖2万多块钱，现在海鲜价格也上涨了，虽说累点，但是收入也还可以了，不比在外面打工赚的少。我在济南这么多年，结交的人脉和开拓的销售渠道丢了，怪可惜的。这事以后再说吧。我也觉得于海还是回来吧，一家人都在一起，不用分隔两地。孩子也大了，快要上学了，年轻人不要怕苦怕累，种地打鱼，每年收入够5-6万是没问题的。这事以后再说吧。来，表叔咱也2干1杯。这话头于海不接，于福也是一言不发。表叔表婶一看这是不对，可能有啥情况，就赶紧吃完饭告辞了。陈红，你先别收拾了，趁家里人都在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你说吧，我听着。陈红重生了，重生在将要离婚带娃回娘家的前一天，丈夫出轨抛弃她和孩子，
再活一世，他上山种地，下海捕鱼，拼命赚钱养活孩子，不料却成了海王。陈红，我想和你离婚。你俩说吧，我带孩子回房间，别当着孩子面说这事。于府抱着孩子回了房间。为什么？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没做错什么，就是没感情了呗。还是熟悉的情景，还是熟悉的配方，连于海说的话都和前世一模一样。你不用找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说吧，你是不是在外边有人了？既然想离婚，就坦坦荡荡的把事都说清楚。陈红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，我爱上了其他女人，这个婚肯定是要离的。哈哈哈！陈红笑了起来，一脸决绝。前世突然被离婚，陈红带娃回了娘家，只是娘家再也不是自己的家了。哥哥成家有自己的小家，家人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，鸡飞狗跳的日子过了2年。34岁的陈红带着女儿再嫁，从一个坑跳到了另一个坑里。为了维护再婚家庭的稳定，高龄产子伤了身体，后来又患上了糖尿病和甲亢，因为长期使用激素药，身体慢慢垮了，无法再出去工作，没了经济来源，被丈夫当成了拖累。陈红就这样在丈夫的谩骂中离开了。重活一世的陈红明白，离婚后带孩子离开余家村是最大的错误。这一世我一定要留在余家村，带孩子过上好日子。你出轨属于过错方，我们商量一下，争取和平离婚。于海震惊地看着陈红，他没想到陈红这么轻易就松了口，同意他离婚的请求。陈红，我知道这几年我愧对你和孩子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刘兰不想要孩子，所以孩子得跟你，每月我给孩子500块钱生活费，一直到他18岁。你说完了吗？既然你不想要孩子，那孩子跟我，生活费每月500块钱我也没意见，但是财产的事咱俩得说清楚。现在咱家这套房子属于婚后财产，还有西坡山地，有5亩是我们娘俩的。离婚后我不想回济南，所以这个房子和地我要留下。你看你有什么想法？房子和地都留给你，我没意见。老宅我收拾收拾，让爸搬过去住。等我在济南买了房子，把爸接过去。这段时间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吧。你俩离婚我不管，我也管不了，以后我就搬回老宅住了。可是小小是我孙女，你不能不让我带孩子。于海，既然决定了离婚，那就和和气气的离。我支持陈红留在村里，能看着孙女长大，心里也踏实点。于父出言打断了这个无比沉闷的气氛。陈红是个好孩子，你常年不在家，陈红把我照顾得特别好，村里哪个老人不羡慕？这样的好女人你都不要，将来你会后悔的。于老头想到这些年儿媳对自己的照顾，是真的伤心了。爸，想开点，除了我们要分开生活，日子和以前也没啥区别。孩子你想带就带，就是多了一张离婚证的事，没啥大不了的。你别难过了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我知道你的心大了，咱们这个小地方留不住你了。陈红，你没难为我，我很感激你。你放心，就是离婚了，我也是小小的爸爸，有什么困难能帮的我肯定帮。前世于海也是这样说的，但也就说说罢了。前世的于海在婚后和刘兰又生了一个儿子，有了车有了房，两人每年挣40-50万。给女儿的抚养费一直都是500元，从来都没涨过。500元一，在村里生活还行。孩子上了初中，光吃饭一项花销都不够，也就刚刚能吃饱，是吃不太好的。陈红陷入了回忆中，记得女儿上初中的时候，有一次给于海打电话，要求给女儿增加点抚养费。于海对他说的话让他终生难忘。光够吃饭的那就不少了，孩子是我们2个人的孩子，我管他吃饭的钱，穿衣用度不该你出钱吗？一句话让陈红彻底心寒，从此再也没为抚养费的事联系过于海。陈红，你在听吗？你提的条件我同意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手续？着急啥？明天先把梨子摘了，忙完这几天再去办离婚。我只有4天假，大后天下午就要回济南。行，我尽快。陈红把餐桌收拾干净后，回到了房间。宝宝困了吗？时间不早了，妈妈带你洗澡睡觉去。妈妈，爸爸和你离婚，他不要我们了吗？陈红的嗓子突然间就哽住，咽下满心的苦涩。宝宝，你知道什么是离婚吗？妈妈，我害怕，离婚就是不要我们了。宝宝，我和爸爸不再是夫妻，但我们还是你的爸爸妈妈，咱们还是在这个家里住，咱娘俩的生活不会改变。你喜欢爷爷就继续和爷爷玩，和以前没啥不一样。我知道了，妈妈，宝宝困了，想睡觉。好，妈妈带你去洗澡睡觉。看着女儿娇憨的睡颜，陈红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改变从现在开始，留在余家村生活，看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既然老天给了我重新开始的机会，今生我一定要好好把握。陈红重生了，重生在将要离婚带娃回娘家的前一天，丈夫出轨抛弃她和孩子，
再活一世他上山种地，下海捕鱼，拼命赚钱养活孩子，不料却成了海王。天还没亮，陈红就起床了。今天是大潮汐，他要早点去赶海，赶点海货，多添几个菜。陈红提上水桶，拿上小铁耙，快速向海滩走去。现在刚刚4点半，今天来得太早，一个人都没有。陈红兴奋不已，哈哈，今天这整个海滩都是我的了。陈红穿梭在礁石群里，拿着铁钳子翻翻找找，小铁耙挥舞得飞快，不一会就发现了目标。这么大的螃蟹，每个都有7、8两了。说着又扒拉开礁石，手往小水洼伸去。哈哈，发财了，居然是2条3斤多重的鲈鱼。陈红把鱼装进桶里，看向前面，离他5步远的水坑里有大鱼在打水。这条鱼肯定不小，打水的动静真大。陈红几步窜到水坑前，拿着铁钳子一扒拉，是2条海扇。今天的海扇真大，它俩加起来都5斤了吧？收了。哟，好大个八爪鱼！陈红赶紧用铁钳子把它夹起来，放到桶里。这个海螺也不错，收了。哟，这还有一个大龙虾呢，回去做给宝宝吃。陈红在海滩上翻翻找找1个小时，看看时间快6点了，海滩上也来了很多人在赶海，他赶紧回家准备早饭。回到家，于府和于海都已经起床了。爸，小小还没醒吗？没醒呢，你这是去赶海了？今天还要摘梨子，休息不好，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？爸，没事，我就去了1个小时，今天赶到了好多大货，我们有口福了。陈红边说边走进了厨房，把桶里的收获都倒在一个大盆里清理干净，蒸了一碟螃蟹和鲈鱼，然后煮了一锅香喷喷的海鲜粥。开饭了，爸，于海，你们先吃，我去叫小小。陈红回到卧室，小小刚好睁开眼睛坐了起来。妈妈，我起床了。好，先洗脸刷牙，今天早上有好吃的哟。什么好吃的？妈妈今天赶海捉到了大龙虾。爸，我要吃。陈红回到厨房，端出了大龙虾，大虾已经变成红红的，散发出一阵浓浓香味。宝宝，你最爱吃的大龙虾，你和爷爷爸爸一块吃。我们不吃，给孩子吃。这只虾不小，够吃的。真是美味，也就是在家才能吃到，在济南都买不到这么新鲜的。一家人3下5除2吃了个精光。吃完早饭，于海推着小车往山脚下梨园方向走去。今天打算帮忙把梨子全摘完。陈红左手提竹篮就要出门。爸，你在家带小小，别带孩子去果园，他皮肤嫩，别被洋辣子给蛰了。好吧，我还想帮你们装筐呢，今天能摘完吗？能摘完，加上表叔2口有6个人呢。宝宝，你在家要好好听爷爷的话。妈妈，我听话，我还会帮小鸡喂食收鸡蛋，能干很多活。乖女儿，你真棒，妈妈走了。陈红到了果园，手脚麻利的把梨子摘到筐里，摘了几筐。陈红回头一看，于海一会儿直起身子捶捶腰，一会儿甩甩手。于海，你还行吗？你不知道男人不能说不行吗？是不是因为离婚了，你就开始报复，故意污蔑我？行得很，放心吧，再有半个小时，我把这片全给你摘完。想要让你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一会儿让你买手起泡，每月往家交千把块钱，就觉得有多大功劳似的。这下让你也享受做农活的快乐，那你加快点速度。别存，快了。于海手臂抡得飞快，刷刷刷的摘着梨子。陈红、于海，你们来的挺早啊，干了这么多活了。表叔、表婶和二虎叔2口子进了地里，我们也就早来了1个小时。陈红，你是打算边摘边称重装筐吗？我想着咱们人多，男人摘梨子，女人装筐称重，反正今天就这30多棵树，肯定能干完。表叔，你看这样行吗？亲，就这样干吧。 6个人分工合作，干劲十足，摘了2个多小时，眼看还有5、6棵树就摘完了。表叔，咱们快摘完了，把车开来，直接装车吧。好嘞，这就去。表叔直接把车开到地里，大伙装车的装车，装矿的装矿。表叔和于海运了2趟才运完，半小时后，表叔和于海回来了。今天一共卖了2车8000斤。陈红今天卖了16000块钱，加上昨天卖的5000，今年的梨子都收入过了2万块钱了。 真不错，我也没想到今年能结了这么多果子收，你说是不是蔬果蔬的好，果子大产量才上去的？那肯定是。前几天我家摘的梨，看着树上是数量多，实际果子小，压不了秤，还不如你的小树产量高呢。于海把钱递给陈红，这是今天卖梨子的钱，一共16000，你收这吧。陈红接过钱，从中抽了200元递给村长。表叔，这是今天的运费，你收着。不用了，昨天不是给了200吗？昨天是昨天的。 今天是今天的，您客气啥呢？你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还能让你又搭力气又搭油的？那你们歇着，我先回家了。表叔说完，缓缓往家里走去。你下午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就和爸先去收拾老宅，明天上午咱们就去民政局把离婚证领了。行，那就明天去办了。重生回到80年，我和渣男离了婚，孤身一人出海捕鱼。
只为了让女儿过上好日子。一夜好眠，陈红早早起床，起来先洗脸刷牙，然后又去把后院的鸡喂上，用昨天赶海的小海贝煮了一锅海鲜粥，煎了2个鸡蛋，早饭简单又营养。妈妈，爷爷和爸爸呢？吃着饭，小小迷糊进过去了，终于发现少了2个人。爷爷和爸爸去老宅吃饭了，以后他俩在那边住。为什么爷爷去那住了？他不带我一起玩吗？房子太久不住人就容易坏，你爷爷去住一段时间，爷爷以后都在那边吃。你想和爷爷玩就给他打电话。那好吧，我要和爷爷玩，还得走这么远吗？不远，5分钟就到老宅。明年你就上小学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多跑跑，就当锻炼了。小小没吱声，孩子很聪明，他大概也知道这种情况是爸妈离婚造成的，他也没办法改变。宝宝，吃饭了吗？于海爷俩进了院。吃过了，爷爷，你和爸爸吃了吗？我们也吃了，宝宝真乖。陈恒，你忙完了吗？咱们收拾收拾去城里吧。好，忙完了，那咱们现在就走。陈红背着个小包和于海出了门，时间刚过9点，民政局刚上班。这是陈红第2次来了，结婚证也是在这领的。前面只有2对夫妻办理离婚，可能在家没有协商好，吵吵闹闹，快1个小时才办完。终于轮到陈红了，办事员例行询问：同意离婚吗？为什么离婚？同意离婚，感情不和。双方是自愿离婚吗？有孩子吗？孩子跟谁？抚养费怎么付？是自愿离婚，孩子跟女方，抚养费和财产问题我们都协商好了，也写了协议，我们需要公证，能一起办理吗？办事员诧异地看着这对夫妻，能一起办理，这里有公证人员。办完公证，办事员打印好了离婚证。最后的机会，确定离婚，不后悔吗？2人对视一眼，齐齐点头，确定，不后悔，盖章吧。在柜台上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本离婚证，陈红笑了，哈哈哈，还是红色的，真喜庆，这象征了好的结束，也是好的开始吧。这是哪位牛人规定的？我记得以前是绿色的吧？于海有点懵。陈恒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，家里孩子还等着你呢。陈红笑出了声，看着于海惊吓过度的样子。没事，我就是高兴，以后我可解放了，不用给你家当免费保姆了。这位妹子，你真没事吗？别人离婚有哭有骂的，我工作这么多年了，还真没见过你这样哈哈大笑的呢。大姐，我真没事，我家往上数10代也没有精神病病史，你放心。不信你问我前老公是不是于海？你家以前没有人受过这么大的刺激。大姐，我是真高兴，男人的心都不在了，人也不着家，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我还得帮他照顾老人，这婚不离干嘛？早离早好，省得成了黄脸婆再离，想上吊都搭不动绳子，离了各生欢喜。陈红对办事员挥挥手，走出了办事大厅。于海满脸苦涩的走了。过了好一会，一对夫妻敲了敲柜台，请帮我们办离婚。又是你们，这次确定离了吗？还是熟人，这一对半年前就闹离婚，来来去去10几趟了，也没离成。确定离，必须离，谁离了谁还不能活是的，凭啥呀？我又不是没工作，老了还有国家养呢。老娘以后自己挣钱自己花，做什么黄脸婆下什么厨房。离了，老娘天天下馆子，天天逛街买衣服，没死你个王八蛋！长这个熊样，1月挣2000块钱还天天出去浪。浪上2次没钱吃饭，穷死你这个熊玩意！女人慷慨激昂，英勇豪迈，女强人的气势拿捏得死死的。要不咱再回去考虑考虑？不用考虑，以前老娘放不下过去的感情，你他娘变着法逼我离，现在老娘不伺候了。办事员赶紧给办手续，他要不离，老娘去法院告他，他出轨还鬼混，老娘告得他丢工作丢人，让他现在就浪不起来。女办事员脸上挂着标准的职业微笑。男方愿意离婚吗？男人看着气势2丈8的老婆，愿意自愿离婚。陈红并不知道婚姻登记处发生的事情，从民政局出来，他就一个人回了家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晚饭在这吃吧。不在这吃了，我这一天没这家鸡鸭都没喂呢。我带小小回去了。行，回去吧，明天让小小自己过来就行。你该干活就干活，孩子你别管了，中午也让他在这吃，我一个人闲着也没事。好，以后我干活的时候就麻烦你看孩子了。你看你缺啥少啥吱一声，平时我买东西的时候一起捎回来。行，我不会客气的。宝宝，和爷爷再见，我们回家了。爷爷再见。哎，慢。重生回到80年，我和渣男离了婚，孤身一人出海捕鱼，只为了让女儿过上好日子。下午，陈红和女儿回了家，她先去后院看了养的鸡。你们过得真舒服，吃喝不愁，到了有人喂，病了有人给治，啥心不操一生幸福。喂完鸡鸭，检查一下菜园，摘了几根青瓜，去厨房煮了一锅粥和一碟凉拌青瓜，又煮了2个咸鸭蛋。妈妈，吃过饭我去找小新和小米玩，我们约好了。那你去的时候带上一些小饼干、小面包，饿了的时候和小朋友分着吃。你们准备干什么？
妈妈，我和爷爷拔草的时候，发现院子里有很多蚯蚓。我和小米说好了，今天要挖蚯蚓给鸡吃。那你们注意安全，别伤到手。吃东西的时候要用肥皂把手洗干净。妈妈放心，我们都是讲卫生爱洗手的好孩子，一定会注意的。吃完饭，小小自己收拾了一个小篮子，提着去找朋友玩了。女儿出了门，陈红也在家闲不住，从杂物房取出钓鱼竿、钓箱、抄网，去了村里的码头，独自一人开船出了海。他一直往北开，记得以前北边有一个小的礁石群，陈红径直向那里开去，找了个小海沟，拿出鱼饵，把海钓竿鱼线甩进海里，手持鱼竿小幅度的轻轻移动，突然浮漂一顿往下沉去。哎呀，这是大鱼上钩了吗？陈红用力快速的拉出了水面，原来是一条鲈鱼呀，真重，哈哈哈！看来我的技术还行，这么多年没钓也没生疏。陈红把鱼放进桶里，重新挂鱼饵下钩，抛竿轻轻抖动，引诱大鱼上钩。没一会，浮漂猛地下沉，又中鱼了。陈红盯紧鱼线，跟着鱼线的方向不断拉扯，一会就把鱼拉上来了。这是一条青石斑鱼呀，估计得4斤吧，嗨嗨。陈红2个小时没挪地儿，一共钓上来20条鱼，其中有10条石斑，5条鲈鱼，5条泥猛鱼。眼看天色渐暗，已经半个多小时没上鱼了。陈红把海钓竿提起来，收着线，突然感觉不对，好像钓上什么东西。怎么回事？好像不是鱼。他放轻了动作，稳稳地抓着鱼竿。不会是像小说里写的，从海里钓上来了什么手包，里面放着金项链什么的吧？陈红心里想七想八，手里却稳得一批。不一会，鱼钩露出水面，这是什么呀？陈红从上面解下一条细绳，用双手小心地搓洗，随着的淤泥被清洗干净，一块绿色的玉珏出现在陈红的手上。这不就是集市工艺品摊位上几10块钱一根的吊坠吗？还以为是什么大宝贝呢。陈红随手装进裤兜里，白捡的不要白不要。陈红回到码头，拿出手机打电话给村西头的刘老虎。老虎叔，你今天还要鱼吗？我今天钓了大概有30条鱼，对，都不小，快有200来斤吧。好，你尽快，我在这等你。大约等了15分钟，刘老虎就开着皮卡车过来了。哟，侄媳妇，你今天收获不错啊！这些鱼是你一个人钓的，这是找到好钓点了，运气真好。先挣青石斑，你今天钓的鱼都挺大的。侄媳妇，我也不给你仔细分了，这几条青石斑我全部给你算60块钱一斤，你看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老虎叔，你也是干买卖，咱随行就是就行。我知道你也不会坑我，就按你的价给我算就行。石斑鱼46斤2000块。鲈鱼52斤1500块，黑鲷9条，泥猛10条，一共5490元。我给你5500元，你看怎么样？收，我捞2条鱼回家吃，你给我5300元就行。行，依你。不过你这2条鱼也不够200元，再捞1条呗。2条就够吃了，差个10块8块的又不是外人。下次卖鱼你再不给我。刘老虎排了2趟，把鱼搬上皮卡车，开着车去市里卖鱼了。陈红提着2条鱼往家里走去，女儿已经玩回来了，她赶紧进厨房做晚饭，炒个酸辣土豆丝，清蒸了1条石斑鱼，做一个丝瓜鸡蛋汤。半个小时后，娘俩就吃上了晚饭。妈妈，这个鱼真好吃，是你出海钓的吗？是啊，这是妈妈钓的，多吃点。妈妈，我在家很乖，还有小朋友和我玩，你放心干活挣钱。妈妈要挣钱供宝宝上大学。对，妈妈要挣很多钱供你子上大学，我们还要买大房子买大汽车，等以后有钱了，妈妈带你出去玩，全国各地咱们都去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当然好，我除了姥姥家还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呢。你想姥姥吗？没想，要是想了我就打电话，我记住姥姥家电话号码了。宝宝真聪明，春节咱们就可以去姥姥家过年。重生回到80年，为了让女儿过上好日子，我孤身一人出海捕鱼，没想到意外获得神奇空间。等孩子上床睡觉，已经晚上9点了。陈红靠坐在床头，手里握着绿色的玉镯。中午看起来有些劣质的玉镯，好像变得光滑温润一些了。看做工像是现代的工艺。陈红摸索着玉块，前世今生也没接触过真正的好玉石，这到底是古物还是现代工艺品？突然，陈红心中生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：老天毫无预兆的让我重生，会不会给安排一个空间或者是系统？这不是小说里的经典桥段吗？陈红兴致高涨，把鲜血抹在玉镯上，已经滴了5、6滴了，也没发现有啥变化。小说里不是说有灵性的东西吸血吗？看来自己又把自己给耍了。经历过重生，自己都有些魔障了。陈红把玉镯放进盆里，准备打上肥皂，认真的搓一搓。就在这时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一道耀眼的光芒闪过，直奔陈红的手心。陈红呆呆的看着手心，玉镯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了一个图案。陈红用手轻轻抚摸，玉镯呢？绿色的玉镯呢？怎么也找不到玉镯了？小说里不是说能进入空间吗？忽然，陈红出现在一片绿色的空间里。
双脚站在一片绿茵茵的草地上。哎呀妈呀，真有空间啊！陈红高兴地在空间里奔跑，把整个空间都跑了一遍。空间不大，也就10几亩。陈红，你咋回事啊？又是重生又有空间，这是多大的造化啊！空间里非常明亮，天上挂着一颗红红的太阳。中间是一片绿色的草地，围着草地的是一条小河，旁边还有一个肥沃的菜园。根据小说里的设定，空间的土地应该有加速、提升品质的作用。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空间怎么样？陈红溜达到河边的草地上，仔细观看，河水一进一出，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洋流。河里也没有什么鱼虾，这河里水这么清澈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养活鱼虾，太干净，不知道是矿泉水还是传说中的灵泉水。陈红出去拿个杯子进来，舀了点水喝，水的滋味很好，比山泉水要甜得多。洗净罚水来吧，咱不怕疼。陈红闭眼等了半小时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身体也没发生异常。看来是自己想多了，这空间里的功能要一点点仔细研究。慢慢来吧。在空间里溜达1个多小时，陈红终于感觉到累了，心里默念：出去呀，真的出来了。陈红出了空间，回到卧室睡觉。明天起床检查下身体，如果没有不好的情况发生，就给蔬菜、鸡鸭全部实验一遍。他在心里暗暗下决心，空间的秘密绝不能让第2个人知道。自己一定要低调，把女儿平平安安的带大，只要身体健健康康，日子幸福美满，自己2辈子的愿望也就达成了。早上起床，趁女儿还没睡醒，陈红搬了一只大缸，放在后院的菜园边，先左右观察院墙外，没有人经过。陈红意念一动，水缸里凭空填满了水，再试验一下能不能收回去。陈红意念一动，收，水缸里的水收回去了，水缸还在原地。陈红反反复复地实验了10几分钟，终于能完全掌握了意念控制的力度和准确度。看来自己的空间和别人的不一样，他已经完全融入了自己的身体和脑海里，可以自由地控制使用。陈红用空间水喂了鸡鸭，又把菜园都浇了一遍，准备过几天看看效果。如果动植物都有好的表现，那时候再把自家厨房的大缸换成空间水。偷偷又把水缸加满。陈红回屋洗漱，去厨房做早饭。吃过早饭，给女儿准备好零食，打发她去老宅找爷爷。今天陈红决定上山去采蘑菇，山里的蘑菇都是野生的，陈红和女儿都特别喜欢吃。重生回到80年，我意外获得神奇空间，靠着空间进山采蘑菇。陈红背着个背篓，拿着个篮子，独自上了后山。他准备进山摘蘑菇，顺便也找找看有什么果树，准备移栽到空间里试试。陈红顺着山路一直走，先进了树林，松树下经常生长很多蘑菇。陈红翻翻找找，发现了一片松蘑，他拿起篮子就往篮子里摘。雨后的蘑菇真多啊！陈红不到半小时就捡满了一篮子，他又仔细地顺着松林往里找，发现一棵大树干，上面长满了嫩嫩的木耳。这好像是一棵榆树，半篮子木耳大约得有6、7斤，晒干也能有2斤干货了。再往前走，陈红发现了一棵快要枯死的大树，长满了一簇簇密密麻麻的平菇，又大又嫩，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。陈红赶紧把篮子放在树下，把一簇一簇的平菇都摘下来，装满了篮子，才割了1/3，树上还有2/3没有采呢。如果都采下来，这一棵树的产量就得5、60斤。可惜的是，篮子已经装不下了。陈红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傻不傻，傻不傻，自己现在是有空间的人了，有多少东西装不下？陈红也不往篮子里装了，一手扶着平菇，一簇一簇的摘，摘完直接收到空间里的草地上，10几分钟就把这棵树都收完了。没有了蘑菇的树干变得赖赖巴巴的，难看得很。看你贡献了这么多蘑菇的份上，给你浇点空间水吧，也不知道这空间水管用不管用，能不能救回你的命。陈红边和芙蓉树说着话，边给他浇了很多空间水。陈红悠闲地在树林里转悠，他发现了好大一片黄金，他蹲下身子，拿着小锄头仔细地挖着，它的叶子像竹叶，在山林里还是比较好辨认的。等回家把地松了，种在空间里，留着以后炖鸡吃。陈红不再往前走，转转悠悠往回走，路上又发现了3棵板栗树，看品种果子个头小小的，应该是油栗。陈红选了一颗小的，刨出来收进空间。等种活结果了，给女儿做糖炒栗子吃。11点，陈红出了树林，听老人说离灌木林不远有一个山泉。又走了5分钟，陈红终于听到了水声，眼前是一个很深的水潭，潭水里只有手指长的小鱼2、3只，不知道是没有大鱼呢，还是都藏在水潭下。据说冷水鱼挺好吃的。陈红扫视着周围的环境，忽然在一靠近潭水的石壁下发现了几颗白色的兰花。陈红拿着锄头走过去，仔细一数有5颗。陈红挖了3颗移到空间里，正好家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鲜花，不知道这野生的移栽到花盆里好不好活。陈红在这周围寻寻觅觅，越往深山植被越多，忽然发现有一大片野葡萄，除了人工种植的，我还从来没看到过像这么大片的葡萄。陈红动手快速地摘起葡萄，忘记带剪刀了，
还真是穷人乍富，都忘了自己随身仓库呢。小农意识改不了，以后得把常用的东西都准备一份放空间里。光葡萄就摘了1个多小时，进空间一看得有200-300斤。陈红哑然失笑，这么多葡萄，吃是吃不完了。回家酿成葡萄酒吧，野葡萄酿出来的葡萄酒肯定很好喝。陈红出了空间，继续向前走，翻过一个山头，陈红突然发现了10几棵茶树，他掐了一片嫩叶，嚼了嚼，清香浓郁，回甘悠长，是好茶种。正在观察哪棵好下手刨出来，一抬头突然发现一双眼睛正盯着自己，仔细一看，好，原来是一条野鸡脖子。野鸡脖子学名虎斑草颈蛇，剧毒，浑身青绿色，最爱盘踞在树上。陈红折了一根树枝，挑起蛇就往地上摔，连抽带摔几下就把蛇摔得一动不动了。吓我一大跳，大白天的不找个阴凉地方藏着，出来送死。陈红拿起锄头在茶树下挖土，就这样干了2个小时。他双手抓紧树干，用力摇晃，终于被陈红给拔出来一棵。嗨嗨，终于动了。小样，山也给你挖平了，还挖不动你。把茶树收进空间，人也进空间，躺在草地上呼哧带喘的休息了好一会儿。休息完赶紧出空间。不行，还有猴呢。这么好的茶叶得摘回去炒了尝尝味道。陈红双手翻飞，快速的采着茶叶，花了1个多小时。陈红采了3篓茶叶，不行了，说啥也不干了，手指头都要抽筋了。陈红把茶叶收进空间，用背篓装了半篓蘑菇，拿着锄头下了山往家里走去。重生回到80年，我意外获得神奇空间，用灵泉水种植作物。宝宝，妈妈回来了，跟妈妈回家了。妈妈，你上山了吗？这不刚下山就来接你了。你爷爷呢？在屋里呢，晚上在这吃吧。不在这吃了，一会儿天该黑了。这是我在山上摘的茶叶，给你送点。你这是进深山了，山里不安全，你胆子真大，走那么远。我年轻走得快，也没觉得多远。我听于海说你以前炒过茶，就送来你自己炒吧，这些能出2斤茶叶吧？陈红没敢说自己就是奔着山里的好东西去的。可是不止，炒好了能出3斤多。炒好了你拿回去一些。炒好了你留着喝吧，我家还有半篓呢。那你先带孩子回家吧，晚上还要炒茶叶。陈红带儿子回到家，吃过晚饭，打发儿子睡着后，陈红赶紧进空间干活，先把老茶树和板栗树挖2个坑种上，相隔10米再种上金银花，在河边草地边上把兰花种下。终于种完了，累得不行。陈红从小河里打水，把植物都浇了一遍。等明天再进来看看效果吧。出了空间，回到厨房，把大铁锅加热，双手翻飞炒着茶叶，一次次重复着翻炒的手法，把今天进山采的茶叶都给炒出来了。味道真香啊！虽然是下茶，可品质比超市卖上千的茶叶也不差什么。6点钟，陈红准时起床，把葡萄从空间移出来，放在大缸里，用干净的木杵把葡萄全部吐碎，把桶里的葡萄汁带皮倒进缸里，一共装了2个大半缸，估计得有300斤。这次用野葡萄酿出来的葡萄酒肯定好喝。忙完，陈红拿了2斤茶叶和评估，溜达着去了村长家串门。你怎么有空过来？这是提得什么？婶子，这是我昨天上山采的，也没花钱，你收起来。这蘑菇真好，又嫩又大，还有这茶叶也是你在山里采的。是啊，昨天晚上连夜炒出来的，给你家拿点。你这是进深山了，你这孩子胆也太大了，以后可别去了，太危险了。婶子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一个人去了。陈红，我怎么听说你公爹搬回老宅了呢？你爷俩闹矛盾了吗？婶子，正好我要跟你说这事呢。这次于海回来，我们把婚离了。咋就离婚了呢？你俩谁先提的？是于海提的，他不想和我过了，我就同意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？是不是于海在外面有外心了？怪不得这2年很少回来了。你公爹怎么说的？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还闹什么离婚啊？劝得了人劝不了心，于海的心早不在这个家了，离了我自己也解放了。你这孩子，这不是委屈自己吗？这个熊孩子要是早知道，你叔能打断他的腿。婶子，你别生气了，我都把这事放下了。聊了一会儿，看时间已晚，陈红和郭婶告辞回家了。郭婶家，陈红刚走一会儿，村长回家了。哟，这茶叶真好，是谁给的？能是谁？陈红送来的，别人谁给你？这孩子真不错，有点什么好东西也分些给咱家。于海和陈红离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于海和陈红离婚了？我不知道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于是郭婶就把陈红来串门告诉他的事，原原本本的说给村长听。你说于海这是干的什么事呀？在外面胡搞乱搞，真不是个人。于海这一离婚，他倒是能光明正大的胡搞了。陈红说没说以后怎么办吗？真白瞎了一个好孩子。陈红说留在这里过，他怕孩子换个环境受歧视，山地船和他住的房子都判给他了，他那么能干肯定能过好。也就是离婚说出去不太好听，其实于海这个人有他无他都一样。于海除了中秋过年回来待个3-5天，
平时也不回来，人家陈红就和守活寡一样，也就是陈红要换别人早走了。这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，以后别提了。陈红在村里有什么事，咱们多帮帮他。这孩子是个记恩的，可比于海强多了。陈红回到家就开始忙活，后院的鸡鸭又喂了喂，摘了点菜回厨房做饭，把冷冻的馒头留了留，炒了个肉片平乳，红烧泥猛鱼，清炖黄翅鱼汤。小小，回家吃饭了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今天下午在谁家玩了？妈妈，我们今天在小豪家看小猫呢，他家大狸猫生了5只小猫仔，可好看了。那你们看小猫的时候离远点，光看不要扎，刚生了宝宝的母猫会挠人的。知道了。娘俩吃完晚饭洗漱后回房睡觉，1小时后看女儿睡得像小猪一样，陈红进了空间，看了看昨天晚上种的茶树，这空间泉水也太神奇了，才一晚上叶子都长大了不少。走到河边看了看兰花也活了，花正开得热闹，好香啊，香味好像比昨天更浓郁了。看来空间确实是适合种植的，不过自己的这个空间作用也没有那么逆天，这倒让陈红松了一口气。他可不希望河水太逆天了，把人和动植物改变得太显眼。陈红出空间去了杂物房，把家里留的种子都拿进来，用锄头在板栗树附近开了几畦地，把花生、玉米各种了2垄，又浇了空间泉水。等明天再进来看看种子发芽情况，不知道空间河水能不能养活海鱼。要是不行，就挖个小池塘，收点海水进来养些。从1980年，我意外获得神奇空间，用灵泉水养殖鱼苗。陈红在市场和小商贩讨价还价，买了1桶鱼苗，迫不及待提着鱼苗就往家赶。先去了自家地里的池塘，提起水桶就把鱼倒了进去，又引进空间泉水。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只见刚倒下去的鱼苗争前恐后的游到泉水下方，看来这灵泉水对它们有很大的吸引力。陈红全神贯注地看了一会儿，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，欢快得很。过几天再来，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。以后钓多了鱼都养在水池里，现吃现抓，天天吃活的多好。陈红又进空间看了看昨天种下的玉米和黄豆，经过泉水的滋润，已经长了半米高的芽。这泉水也太逆天了，才一晚上就长这么高。如果在外面，要出苗最少70天，花生甚至15天才会出苗。照这样半个月就能收一茬。如果自己扩大种植规模，不是要发大财了？陈红出了空间，给鸡鸭喂了食水，捡了鸡蛋鸭蛋。今天又是全员下蛋的日子，看来空间水的作用还是很大的，好像鸡鸭都长大了一圈。菜园里的菜，黄瓜、茄子、西红柿的果实都长得很大很多。陈红摘了2个西红柿，切了装盘，拿了1块放到嘴里，吃完又拿了1块，连吃了3块才停了下来。天啊，这也太好吃了，从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西红柿，想来应该是灵泉水的作用，太神奇了。既然空间水的作用是好的，把厨房用水也换了吧。陈红在厨房放了1缸空间水，这时小小也起床了。妈妈，我们今天吃什么？小宝想吃什么呢？妈妈给你做。我们早上喝粥吧。妈妈给我煎个蛋好吗？好，妈妈这就去。陈红煮了1锅绿豆粥，又留了2个包子，煎了2个鸡蛋，又把西红柿摆上。妈妈，你腌的西红柿好吃，又香又甜。好吃你就多吃点，等会我给你装一些带去给爷爷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吃过早饭，小小提着西红柿去了老宅，陈红背上背篓，拿着镰刀去了果园。一排排的桃树因为长期无人管理，桃子看着又小又涩，营养不良的样子。陈红把桃树挨个浇上了空间泉水，希望泉水能发挥作用，改良桃树品质。又把玉米地里的杂草薅了，干完都11点了，把嫩草装了一筐。陈红赶紧回家做饭，猪耳朵切了半个黄瓜，炒个鱼香肉丝，打个西红柿鸡蛋汤。一会儿小小回来了，手里还提了个篮子，里面装了10来个紫红色的李子。小宝，这些李子是你爷爷让你拿回来的吗？村长表爷爷送的，他家果园的李子熟了，就摘了给大家分分。爷爷说太多了，就让我给你拿点吃。你表爷爷什么时候去的？有说什么吗？表爷爷让我去找小豪看小猫仔了，我没听见他们说什么。妈妈，我知道他们要说你和爸爸离婚的事，故意不让我听，你还难过吗？你看妈妈像难过的样子吗？现在咱娘俩的日子多舒坦，妈妈努力赚钱，以后给你买大房子，你好好吃饭，好好长大就行。可是爷爷怎么办呢？他老了干不了活，还要花钱买药，咱家不管他们。小宝，你爷爷花钱得你爸爸出，这是他当儿子的责任。我和你爸离婚了，是2家人，你爷爷花钱轮不到妈妈出，妈妈挣的钱是留给你的。当然了，你爷爷经常照顾你，妈妈平常也会做点好吃的送给他。如果你长大了挣钱了，可以给你爷爷花钱，也可以照顾他。妈妈，我明白了，你和我爸离婚，就和我爸我爷爷没有关系了，只有我和他俩还是亲人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放心，你爷爷不会没人管的。
也许过2年，你爸在济南买了房子结婚，就把你爷爷接到济南去享福呢。陈红决定先给女儿打个预防针，要不村里人对她说些乱七八糟的事，没有心理准备，女儿会伤心。我爸以后会结婚。小小睁大了眼睛，惊讶地说：“他才30多岁，要是不想着再结婚，他干嘛和我离婚呀？就像以前那样，他在济南不回来自己过不就行了？”我知道了，妈妈。吃过午饭，趁着女儿睡午觉，陈红进了空间，看到金银花的树冠长大了1倍，直径都有快2米了，花朵已经有很多都开了，长得好快，再不采摘就浪费了。陈红提起背篓就开始采，采了1个多小时，把能采的花苞都采完了，估计能有10多斤。等明天晒到屋顶上去，2天就能干。茶树的叶片又肥又大，又抽出了很多枝条，看样子也该采了。今天太累了，留着明天晚上采吧。陈红出了空间，先拿出手机查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渤海晴，气温22度至28度，东北风1级，预计后2天有大到暴雨。看来明天适宜出海，后2天要变天了。重到80年，我和渣男离了婚，孤身一人出海捕鱼，只为了让女儿过上好日子。宝宝，妈妈今天要出海，你今天去爷爷家，乖乖听话，不要乱跑，记住了吗？我知道了，妈妈。陈红在村里超市又买了一些鱼饵，开着3轮车往码头去。到了码头，开着船一路向北。陈红用了1个多小时，在大屿岛的附近礁石群找到了一个好钓点。看来这里的鱼情还是像前世一样好。陈红把海钓竿都装上电动脚轮和串钩，挂上鱼饵，把鱼钩下到海底。没一会，陈红的鱼竿叮叮当当中鱼了。陈红用力提起鱼竿，一条鱼露出水面，是一条红干鱼。看来海底有不少红干鱼。继续挂饵放钩，铅坠带着鱼钩钻入海底。陈红用1根抛竿轮番上鱼，1个小时后，算应该钓上来了60多条鱼。陈红起锚开船，全速回家。快到码头的时候，打通刘老虎的电话：“喂，老虎叔，我这新钓了一批鱼，对，还是上次的位置。你的运气也真比别人好，每次都钓这么多的鱼。”老虎叔，这事你可别对外说，你也知道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，不想惹麻烦。你放心，你老虎叔不是多嘴的人，这事我肯定不会对外说，我还指望着你给供货呢，你都快成了我家的批发商了。只要你吃得下，我尽量把钓的鱼都给你，咱2家一起挣钱。今天的鱼品种比较多，刘老虎把重量和价格都在本子上算好，黑鲷共42斤，合计1470元。青石板共21.2斤，合计1484元；红干鱼共50斤，合计1250元；泥猛鱼50斤2000元，总共是6200。侄媳妇，你算一下。不用了，老虎叔，我信你。刘老虎抬了鱼，收拾东西，急忙开车去市里送鱼了。看时间快8点了，陈红快速收拾东西往3轮车上搬。今天太晚了，孩子该等急了。陈红刚要开车，一个40多岁的光头男人拦住了他。老乡卖鱼吗？我是龙宫连锁酒店采购科的，我叫张百强。边说边塞给陈红一张名片。我们酒店是咱荣城第2大酒店，收购各种野生名贵经济鱼类海货，价格比你卖给鱼贩高2成，现货现解，童叟无欺。对不起，张科长，我的鱼刚卖完，你来晚了，我要回家了。以后有鱼我会联系你的，你看好吗？好，我们专收野生鱼货，记得打我电话。今天出手晚了，要不然就能把这女人的鱼货都吃下了。张百强暗道：张科长，咱们怎么办？还等吗？我打听到今天还有2艘船没回港，要不再等等？不等了，今天一下午回来7条船，才收了200来斤好点的鱼，其他都是杂七杂八上不了台面的杂鱼。你去找人打听一下刚才那女人是谁，下次再来咱就盯着。张科长，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她是这个村于兆华家的儿媳妇，不过她的鱼一般都批给同村姓刘的鱼贩子了，咱们能争过来吗？有什么争不过来的？咱们又不是没有实力的小商贩水产店，只要价格高，我还不信了。还有嫌钱多的人。不说码头上2人，只说陈红开着3轮车直奔老宅。妈妈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对不起，宝宝，妈妈今天走得远了点，所以回来晚了。你饿了吧？妈妈带你回家做饭。陈红递了一条石斑鱼递给小小爷爷，这是今天留下的鱼，你留着吃吧。你一个人钓鱼不容易，以后别往这拿了，留着卖钱吧。这一条鱼100多块，自己吃多浪费。咱这是吃了，又不是坏了，怎么会是浪费呢？人家买去不也是吃吗？自家捕鱼也就这点好处了，能吃到新鲜鱼，拿回来你就吃呗。呵，以后不说了，以后尽量留点便宜不好卖的。行，听你的。说完，陈红开车载着小小回家。我意外获得神奇空间，用灵泉水捕获海鲜，1天就赚了1万元。第2天一早，陈红开着3轮车去赶海了。他打算捡点海贝和龙虾给女儿煮粥。到的时候，潮水才开始退了1米多，礁石边上只有几只小海蟹。陈红拿着小桶把周围填水层的虾蟹扫荡一圈，试试空间泉水能不能吸引出更多的海鲜。
陈红手指一点，空间水源源不断的涌出来，过了一会，不断的有龙虾、螃蟹往这边来，真的是太神奇了，空间泉水作用也太大了，这么多的海鲜要发了。陈红的速度非常快，一直在弯着腰捡，收，幸亏附近没人，不然看到这一幕非得吓坏不可。1个小时后，陈红大致清点了一下上午的收获：大龙虾36只，大螃蟹32只，椰子螺大小18个，海虾700多斤，牡蛎900多斤，龙虾和螃蟹分别养在空间里的大水箱里，足足占满了2个能装200斤的大水箱。这一趟真是收获满满啊，得想办法卖出去才行。陈红掏出名片，按照上面的号码拨通了张科长的电话。喂，张科长吗？我这边有一批海货，龙虾和梭子蟹，你们要吗？要，只要是野生的，质量过关，我们都收。我们不是只有一家店，是大型连锁酒店，不怕多，只要质量有保证，价格没说的。好，那就说定了，我等会就送过去。陈红开着3轮车，20多分钟就到了龙宫酒店。张科长，海鲜给您送过来了。陈妹子辛苦了，我先看看这批海货。张百强先去了车厢，看到陈红送来的鱼，高兴的马上让跟着的小助手去喊厨师长来看货。一会儿，小助手领来了一位肚子大脖子短的范师傅。范师傅上前一看就知道都是野生的，而且还都非常活跃。张科长，这些鱼货品质都是上乘的，可以全留下。张科长这边就要安排人抬放称水箱来称鱼了。陈红拦住他，张科长，先等一下，您得先给我报个价，合适我才能卖给你们酒店。好的，也是得先报价。你看我这一着急就忘了，见谅。青石斑75元美金，红石斑260元美金，黑鲷45元美金，鲈鱼30元美金，红干鱼28元美金，海螺30元美金，龙虾90元美金，青蟹100元美金，梭子蟹40元美金。墨子，你看我给你的价格绝对是最高价了，我看你是个实在人，我也不少给，你也别多要，咱们就做个长期买卖。陈红一听价格确实给的不低，点头同意了。张大哥，既然你喊我妹子，我也不同你客气了，以后就喊你大哥了。以后你要的鱼我直接给你送到店里来，免得村里收鱼的刘叔看到不高兴。为了给张大哥留鱼，妹子我也是费了不少劲。这是妹子不说我也明白，都一个村里的，确实有点难为情。你以后来前给我电话，大哥等着你。两人说着话，已经有店里的人和小助手开始捞鱼称鱼了。张百强和陈红一人拿一支笔在本子上一项一项计数，等全部称完后结算对账，全部称完，一共卖13500元。张百强做主现场给陈红转14000元整。告别张百强，陈红开车先去了一趟渤海商城生活超市，去生鲜区买了200元的牛肉、100元的排骨、2桶花生油，都提到3轮车上开车回家了。他去后院摘了一大篮子的是蔬菜，又用塑料袋装了4、5斤海虾，提着去了老宅接孩子。进门看到小小和小豪在玩游戏，小豪也在啊，你们2个也不怕热。小宝，你爷爷呢？妈妈，你今天回来的早呢，爷爷在后院种菜呢。咋又带这么多东西？前天拿来的菜还有不少呢。你少种点种着玩呗，家里菜那么多，我和小小才吃多少？让小小天天给你摘新鲜的，要是吃不了，你抽空晒成干菜，我出海也没空晒，老了可惜了。行，晒菜这活让我干，你该出海，哪天你送来就行。和小小爷爷说完话，陈红准备带女儿回家了。看小豪恋恋不舍要跟着，赶紧打电话给小豪妈妈，告诉她要带小豪到家里玩。领着2个孩子，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回了家。陈红麻利的做晚饭，煮了1锅海虾，煮了4个咸鸭蛋，香煎了2条金骨鱼，做了一盆海鲜面。小小，你家的虾好鲜呀，阿姨做的鱼真香啊。小小，你太幸福了，你妈妈做饭太好吃了。你妈妈做饭不好吃吗？还行，反正不如你妈妈做饭好吃，下次你去吃一次就知道了。行，要不明天吧，明天晚饭去你家吃。好，明天晚上让我妈给你做大餐。热热闹闹吃完饭，陈红去厨房用篮子装了10几个梨子，让小豪提回家了。中午趁女儿睡着后，陈红进了空间。陈红先拿出草莓种子，撒在了2平方的土地上，又浇上了空间泉水。先把苗育出来，出了苗再移在稻地垄上，以后就有源源不断的草莓吃了。我用灵泉水浇灌过的草莓，竟然1晚上就成熟了。陈红慢慢走进草莓地，地垄上的草莓个个有鸡蛋大，鲜红的果实垂在地垄边，密密麻麻排成一排，诱惑人去采摘。陈红摘下一个草莓，迫不及待地放到嘴里吃了起来。哇，又香又甜，太好吃了！陈红3下2下就将草莓整只吞了。现在市面上的草莓都是又小又酸的大棚货，根本就没有这么好吃的草莓。要是拿到市场上卖，这绝对是价高又畅销啊！陈红连忙又上前将草莓树都浇了一遍，
中午，陈红一口气把草莓都摘了，全部装进了竹筐里，一筐筐的草莓个大又饱满，看着很是诱人。陈红独自开着三轮车拉着草莓去了县里的菜市。中午的菜市人来人往，热闹起来。陈红在路边找了个不错的位置停车，开始摆摊了。他对面就有一辆卖水果的三轮车，其中也有草莓，但是明显是大棚货，个子也小。旁边的纸板上写着10块钱一斤，这种草莓都能卖10块钱一斤，那自己的草莓卖20一斤不是妥妥的吗？嗨嗨，喂，小姑娘，你这草莓怎么卖呀？草莓20块钱一斤，自家种的非常甜，你可以尝看看。20一斤，你怎么不去抢呢？我前天买的才8块钱一斤。老太太，这草莓贵有贵的道理啊。草莓是怪了，10块钱一斤的草莓，快来看看，便宜好吃。大妈听到吆喝声就走了过去，开始讨价还价，最后尝了尝，皱着眉头买了2斤。陈红在这摆了一会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她从筐子里拿出一个草莓扒开，瞬间一股浓郁香甜的草莓味朝着四周扩散开来。哇，谁家卖的草莓好香啊！很多人嗅着味道，顺着香味凑了上来，就连刚才在隔壁买了草莓的大妈都回头看了过来。妹子，这草莓也10块一斤，我就多要了几斤，集市快散了，你这草莓卖不掉就烂了。婶子，我家草莓就值这个价，20块钱一斤，少1分都不卖。你这破草莓卖20一斤，你咋不上天呢？那么贵，傻子才买。大妈骂骂咧咧的走开了。卖草莓了，又香又甜的草莓，新鲜采摘20块钱一斤，不好吃不要钱。来，这位美女，你尝尝，好吃再买，不好吃就不买。哇，好好吃啊！从没吃过这么甜的草莓，给我装2斤，不对，我要5斤。好的，稍等。有人带头之后，其他路人也纷纷上前品尝了草莓，纷纷的掏钱，一会的功夫就全都卖完了。没想到自己种的草莓这么好卖，一共卖了100斤，2000块钱到手了，嗨嗨。陈红开着三轮车回家了，家里的忙完了也没啥事干。陈红提了一条石斑装了一篮草莓去了村长家。我和你叔10来天没见到你了，听说你天天长在海上了，怎么样？这几天收获还行吧？还行，我就是早出晚归的，没到处空来串门。婶子想我了。可不，上次我去你家，你公爹说你出海钓鱼去了。我这中午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，就想来婶家蹭个饭聊聊天。那可好，我也想和你聊天了，整天在家和你叔大眼瞪小眼的，早烦了。郭婶边说话边看陈红带来的东西。咋又带这么些东西来呢？你来吃饭能吃几粒米？这草莓都过季了，你这是在哪买的？现在肯定很贵，你留给孩子吃呗。我昨天下午去了市里卖了点鱼货，顺手买了点，拿来你们就吃呗。行，拿来了，咱就做了吃。你叔年纪大了，出不了海，想吃就得花钱买了。和郭婶一边聊着天，一边做午饭。等饭做好了，村长叔也下班了。家里来客了吗？做了啥饭？味道这么香，从外面就闻到家里炒菜的香味了。就你鼻子好使，想在家偷吃点都藏不住。陈红来了，我就说你沈梅克不会做好吃的吧？看来今天我是沾你的光喽。村长叔笑着一看桌上的菜，清蒸石斑鱼、清蒸生蚝、辣炒海虹，还有一个炖豆腐。哎呀，这几道菜县长也吃不上，这肯定是陈红带来的。你咋知道是陈红带来的？于兆华那老小子向我显摆了，这不，陈红也给我送来了。叔，你想吃鱼了？下午6、7点钟去码头上等我，只要天好。我一般每天都出海，也没时间给你们送，你们就自己去码头上拿。那哪行，现在休渔期，价钱正贵呢，你还是多卖点钱吧，过日子处处离不开花钱。吃条鱼也耽误不了我过日子，你要过意不去，多帮我看着点孩子。几人围坐在桌前，有说有笑，热热闹闹的吃了晚饭。我用灵泉水养殖的鱼苗，竟然1个星期就长大了几10倍。陈红回了家，拿着渔网先去了自家的池塘，他打算看看用了灵泉水养的鱼长势如何了。怎么回事？1星期前刚放的鱼苗竟然能长这么大？只见1星期前刚放的小鱼苗已经大了10几倍，每条都有20斤的样子。天啊，这灵泉水也太逆天了！短短1星期像打了激素一样。还好我这平时没人路过，不然就麻烦了。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陈红的思绪。喂，张科长有什么事吗？陈妹子，你还能不能搞到昨天那样品质的海鲜？明天北京的客人要回去了，王总想要给客人弄点高档海鲜带回去。昨天的海鲜没有了，但是我自己养的鲈鱼品质非常好，每条都有20斤这样。什么？居然有这么大的鲈鱼？收，有多少要多少？大概有2000斤这样，您过来看看再决定价格吧。好的，我一会和厨师长过去。半个小时后，一辆豪车停在陈红家鱼塘边上，张百强和厨师长缓缓走了出来。张科长，你们来了。陈妹子，你说的鲈鱼在哪？在鱼塘。几人放眼望去，只见一条条体积巨大的鲈鱼在水里游来游去。张科长和厨师长惊异不已。这些鲈鱼跟我之前见过的野生鲈鱼一模一样，难不成是野生的？不是，这是我自己养的。陈妹子，你也太可爱了。不仅嘴厉害，养鱼也是一把好手啊！嗨嗨，平时就靠这个谋生。张科长，您看看这鲈鱼价格能给多少呢？一般的鲈鱼是20块钱，你这鲈鱼品质绝对是上品。
60块钱一斤，你看看。陈红惊诧不已，没想到自己养了1星期的鱼，居然能卖出这么高价。行行行，陈红连忙点头，生怕说晚了这单生意就不成了。妹子，你这次真帮了我的大忙，今天能收获这么多，王总肯定会满意。张科长不用客气，咱们长期合作，互相帮忙应该的。张百强掏出手机，拨通了电话，吩咐工人过来捞鱼称斤。过了一会，一辆卡车开了过来，2名工人拿着渔网走了出来。老板，现在开始捞鱼吗？可以开始了。工人上前一看，被池塘里的鱼震惊不已。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鲈鱼。2名工人上前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，没一会儿功夫，工人便捞了10条体积巨大的鲈鱼，装在桶里。站在边上的张百强看着十分惊喜，不禁感叹道：“陈妹子，你真是我的大福星啊！这鲈鱼品质太好了，有了这些鲈鱼，我总算能跟大老板交差了。还得感谢您经常照顾我生意呢。”也说不上照顾，关键是你提供的鱼货品质最好，我们才能合作成功。老板，总共捕捞了10条鲈鱼，称了重量一共250斤。陈妹子，按照之前说的价格60元一斤，一共是1万5，没带现金，我给你转账了。好，张百强拿出手机就给陈红转了过去。收到了，谢谢张科长。说完，张百强便和工人带上鲈鱼回去了。已经下午6点了，夕阳西下，陈红沿着小路慢慢往家里走。小宝，你爷爷呢？你怎么一个人在家呢？爷爷回老宅了，爸爸今天回来了。知道了。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？妈妈去给你做。妈妈，你看着做吧，你做的什么都好吃，我都喜欢。我女儿真乖，妈妈这就去做饭。陈红进了厨房，先把小米粥煮上，拿出1只3斤重的大龙虾，放在大铁盆里，用个毛刷刷用力的刷洗干净。大锅里添水，放上笼屉，把大龙虾蒸上。接着又做了海米搭油菜、肉末酸豆角，还有1锅小米粥。这些菜好吃吗？好吃。宝宝，想外公外婆了吗？想呀。那明天妈妈和你回去外婆家玩。好呀好呀，妈妈，我可想外婆了。那今晚要早点睡，明天咱们就过去。我知道了，妈妈。吃过晚饭后，陈红掏出手机给爸爸拨了1通电话。爸，你在家吗？在家呢，刚完工，你老长时间也不给家里打电话，没事吧？嗓子怎么了？没事，有点感冒了。你和妈也注意身体。你自己带好孩子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爸，我挺好的。明天我带小小回去和你们玩几天。好，我让小英给你收拾好房间，什么都不用带，家里什么都有。知道了，爸。女儿睡觉后，陈红进了空间，漫步在河边，闻着花朵散发的甜美芬芳，听着池塘里鱼儿尾巴甩动打起水花的声音。这一刻，陈红无比感谢命运的安排。老天爷真好，让自己得到了这个空间，让自己能重新来过，掌握以后的人生。陈红看了看1星期前种下的玉米和黄豆，几天没见，都长得1米多高，每棵枝丫上都挂满了饱满的果实。有了灵泉滋润就是不一样，农作物都比外面的大上1圈，正好摘一些明天带回娘家。陈红把玉米和黄豆都摘了下来，装进了蛇皮袋里。既然灵泉水作用那么大，想来种植榴莲树也不在话下。嗨，等忙完回来就种上一些。自从有了空间，我的生活真是翻天覆地啊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自己一定要努力赚钱，让女儿和爸妈过上好日子。第二天一早，陈红带了10斤海鲜和玉米，开着3轮车带小小到了济南，离娘家还有半小时的路程。下午1点，终于回到了娘家。外公，我们来了，小小好想你呀。小小真乖，坐这么久累坏了吧？一会外公给你做好吃的。谢谢外公，我不累。小红，带着孩子怎么还拿那么多东西呢？多累呀！回自己家还搞这些干什么？爸，我都放车上，累不着。来，先进来坐着。小七带小小一起玩去。好嘞，小小，我们去玩吧。于海怎么没来呢？他还在济南打工吗？爸妈，我和于海离婚了，现在孩子归我养。他每个月付给小小500块钱抚养费，就是这么个事。早就离婚了，怎么就不能过了？孩子还这么小的。就是你俩干架了，你怎么也不给家里信呢？别好去劝劝他呀，为了孩子也不该离呀。劝啥劝？他不离我也要离，他在济南有人了，你们别管了，离都离了。卧槽，于海这个熊玩意，乱搞！小红你别管了，明天我叫上几个人去把他的腿打折。真是欺人太甚了！想当初的上门求亲是怎么说的？这才结婚几年啊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还闹离婚，丢人不丢人啊？你怎么不带孩子回来呢？离婚我分到了房子、果园和渔船，决定带着小小以后就住在荣城了。回来让人说3到4的，孩子也受不了。再说我也能出海打鱼，也不少挣钱。你都是2个孩子的爸了，能不能成熟点？你动了他有什么好处？无非出一口气罢了。你要是失手打中了，你又得赔钱，又得被抓丢人。陈红一顿输出，全家都不说话了。仔细想想也是，为了出口气，真是不值当的。小红，你还是带着孩子搬回来吧，在家里我们还能帮衬你一把。
爸，我决定了，以后留在荣城了。我在那里有房有地，还有条渔船，出趟海打点鱼就够俺娘俩花用的。回来给人打工才几个钱啊，怕是混不上俺娘老吃穿。你自己带着孩子能干什么？爸，你跟着我去帮我接孩子，我现在真顾不过来。你去了，我就能专心出海打鱼赚钱了。我给你发工资，咱爷俩一起干。爸爸张了张嘴，还真说不出不去的话来。闺女离婚了，需要自己帮忙，怎么也得帮她度过这几年。老牛，你说呢？去吧，给他看上2-3年，孩子能自己上学了，你再回来。爸，你去吧，也去看看大海，跟着妹妹吃海鲜，海边多好，不冷不热的，我都想去看看。全家都通过了这个提议，爸爸做好了去荣城的准备。第二天一早，早早吃了早饭，陈红和爸爸带着小小开车回去了。辗转8个小时，爷仨终于回到了余家村。陈红给他小爷爷打了电话，告诉他娘俩回来了，爸爸也来住一段时间，还问他晚上来不来吃饭。爷爷放下电话，心里直突突。这是知道闺女离婚了，来给闺女撑腰帮忙来了吧？自己的儿子做出那么混账的事，让自己和人家老陈说什么呢？于兆华心里憋着难受，给村长家打了个电话。表哥，陈红回来了。回来好啊，这好几天孩子不在，我和你表嫂正觉得空落落的呢。陈红他爸也来了，跟着一起回来的。陈红娘家爸来了，那挺好的。你怎么知道陈红爸来了？你们见着面了？没见着呢。陈红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吃晚饭，都怪于海这个熊玩意，好好的亲家没法见面，都愁死我了。哈哈，你愁我不愁。今天晚上我去陪陈红爸喝一杯，客人这么远来了，咱不能不热情接待呀。我马上给陈红打电话。陈红正在后院摘完菜，给菜园浇水呢。一走3天，地里都干了。是我爸来住一段时间，给我帮忙，家里不放心。我本来想明天安排你们喝一顿的。好，叫上婶子，再叫上二虎叔。那今晚吧。陈红也不浇地了，去鸡圈里抓了一只大公鸡，泡了一把松蘑，蒸上大米饭。今天晚上的菜除了一个松蘑炖大公鸡，还有卤猪杂拼盘，一个海米拌黄瓜，其他的都是海鲜，清蒸龙虾、清蒸螃蟹、清蒸石斑鱼、干烧银鲳鱼。爸爸在陈红的开导下已经想开了，一顿饭始终笑容满面，并没有出现村长预想的怒发冲冠。吃完饭，村长叔3个人才提着陈红给的红酒回家。我用灵泉水浇灌过的桃树竟然长出了黄金桃子。爸，你起这么早，怎么不多睡会？不睡了，我到村子散步，溜达一会，熟悉。好，我到果园去看看，清理下杂草。说完，陈红拿着镰刀，背着篮子就去了果园。前几天浇了灵泉水的桃树，也不知道长得如何了。陈红慢慢往桃树方向走着，远远的就看到一棵桃树郁郁葱葱，桃子金黄而饱满。卧槽，这还是有小柚色的桃子吗？好像品种都变异了。陈红走上前，顿时一股清香散发出来。他伸手摘下一个桃子，仔细看了下。1星期前明明又小又绿，浇了灵泉后居然长成这样了，这挺像，要是拿去卖肯定很畅销。陈红拿着桃子吃了起来，哇，这也太好吃，太甜了，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桃子。不一会陈红就把桃子整个吃完了。一般的桃子价格大概是6块钱一斤，我这几品黄金桃就算卖30一斤也没问题。看着这挂满桃子的果园，陈红惊喜不已，越看越满意。吃过午饭，陈红开着3轮车再次回到果园，一口气摘了800斤桃子，装进筐里拉回家。小红，你上哪摘这么多桃子？我还是头一次见金黄色的。爸，这是我去果园里摘的，你尝一个看看。陈红爸一下子就把桃子吃完了，吃完之后还意犹未尽。这也太好吃了，比一般的桃子都要好吃10倍。你这是要拉去卖吗？对呀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陈红开着3轮车，拉着桃子去了县里，在路边找了个位置，陈红开始往地上搬桃子摆摊。集市上人来人往，很快就有人来询价。小姑娘，你这桃子怎么卖？桃子30元一斤，今天刚摘下来，非常甜，您可以尝尝，好吃再买。一听这价格，大妈立马瞪眼，30一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想钱想疯了吧？大妈骂骂咧咧的走了。姑娘，你总算来了，上次吃了你家的草莓，我家儿子一直惦记着呢。阿姨，我现在卖桃子了，很好吃的，你尝尝。大妈伸手拿起来，一个放到嘴里吃了起来。好吃好吃，太好吃了，3下2下就把桃子吃完了。妹子，你这桃子怎么卖？30一斤，给我来5斤。不对，给我来10斤。好，您稍等。旁边的人本来在观望，看见大妈说好吃，纷纷围了上来。到账300元，到账500元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买了起来。老板，你这桃子还有吗？我要100斤。刚好还剩100斤，我这不搞批发，你买100斤也不便宜哦。没事，给我来100斤。说着，男子掏出一张名片，你给我送到这个地址就行。好的，我收拾一下就过去。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？以后有需要可以联系你。这位帅哥如果能成为长久渠道，下次卖水果也方便些。可以，我没有名片，你记下我号码吧。好，我记下了。
陈红收拾好筐子，骑着3轮车把桃子送到了指定的地点，又开车去了县里的花鸟市场。他准备买几棵榴莲树苗种在家里。姑娘，这榴莲苗对土地的要求挺高的，自己家的菜地不适合。没事，我就买几棵试着种一下。开玩笑，自己可是有空间灵泉的人，就没有我种不活的树。看他这样，店员也不好说什么，反正都是给钱的。最后，陈红一共买了10棵榴莲树苗，又买了些西瓜、荔枝的种子。这下真的不缺水果吃了，什么品种都凑上了。把树苗都装到车里，陈红开着3轮车回家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小小乖吗？有没有闹您？小小怪得很。桃子卖的怎么样了？全卖完了，30块一斤。什么？30块一斤？全部卖完了？对呀，黄金桃好吃得很，一共卖了800斤，除去成本净赚2万元。陈红爸震惊不已，2万块钱相当于全家1年的收入了。小红，你没骗我吧？真有这么挣钱？爸，这是真的，我还打算扩建果园，种榴莲树。能挣钱咱就干，一会爸去把地翻翻。陈红和爸爸扛着锄头就去了果园，先把旁边的空地都翻了，挖了10个坑，又把榴莲苗种上去。趁着老爸去除草，陈红用空间泉水把树苗都浇了一遍。接下来你们可要好好长大。忙完已经下午6点了，陈红赶紧回家做晚饭，先去了鸡舍把鸡喂了，又捡了一篮子鸡蛋，做了道西红柿炒蛋，凉拌猪耳朵，热了热昨天的馒头，又做了份玉米炒肉。妈妈，你做的饭真好吃。是啊，比得上饭店的大厨了。嗨嗨，自己可是用的空间泉水，能不好吃吗？好吃你们就多吃点。小红，明天我想去山里摘些药材。爸，我带您去吧，去熟悉了以后您再自己去。好，听你的。小小，明天你去找爷爷玩，乖乖听话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妈妈。第2天一早，陈红早早起床刷牙，简单吃了个早饭，便和他爸爸朝着山上进发。我只是进山里采药材，竟意外救了一只受伤的长颈鹿。陈红和爸爸2人今天要去的地方还很远，离家近的地方基本上都没什么野生的药材了，就算是有，也是年份很低的，根本不符合他们的需要。走了大概有2个小时，2人坐下休息了一会儿，拿出了一些干粮，啃了几口。太阳慢慢的升起来了，山林间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和小鸟都开始叫唤了起来。陈红和爸爸继续向前走，走了没一会儿，竟然发现了好几株药，而且年份都不低。小红，你看，这居然有几株天麻，看样子有10年份了。爸，原来这就是天麻啊。是啊，你碰见就采回来，这药材作用可大了。好的，爸，你先挖着，我去前面看看。陈红又往前走了一会，在山洞口看到了一株年份不低的人参，他蹲下来仔细观看。我去，真的是人参，看来今天运气不错啊。陈红并没有直接把它采摘，而是把人参铲起，放进了空间当中。一般的人参大约是300多块钱一斤，但是上了年份的人参可就是按克来卖了。陈红低头看了一下这株人参，和以前他在书上看的做了一下对比。这株人参的年份大概在10年左右。10年份的人参，每克已经至少400-500块钱了。如果我浇上灵泉水，它的年份还能再增加一点，价格还能继续提升上去。没想到进一个深山竟然捡到了一份宝贝。嗨嗨，陈红给人参浇了一些灵泉水，太阳已经照到正中了。一个上午，他们找到了几10种草药，这些草药的年份都是大概3-4年的样子。这次进山也算是颇有收获了。下午3点多的时候，陈红和爸爸开始往回赶。就在他们往回赶的途中，陈红听见了一阵动物喊叫的声音。爸，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陈红让他爸爸停下来，在那儿等他。陈红走上了山坡，发现下面有一只受伤的长颈鹿，它全身都是伤，看起来已经是气若游丝了。陈红看到这个场景，没有停留，而是直接走了下去。长颈鹿看到人类的走近，露出了警惕的样子。陈红从空间取出了一些空间泉水，放在自己的手上。小家伙，喝吧，我不会伤害你。长颈鹿仿佛是嗅到了空间泉水的味道，开始舔舐他手上的空间泉水。喝了一小盆水后，长颈鹿精神立马好了起来，伤口也慢慢愈合了。陈红准备离开，不过长颈鹿跟在他的后面不肯离去。他一直跟着自己的话，待会怎么跟爸爸解释啊？要不把他送进空间里养一阵？陈红若有所思地看着这只长颈鹿。你如果愿意跟我走的话，就点一下头，我就送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。长颈鹿很有灵性地点了点头，陈红便将它收进了空间当中。长颈鹿在空间里发现了灵泉水，但是在没有经过陈红的允许下，它也没有去触碰空间泉水，而是在空间当中闲逛了起来。回来了，小红，刚刚那边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没事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长颈鹿，给它包扎了下。咱们这里可没有过这种动物啊，难道说是从其他的地方跑过来的吗？应该是吧，但我们今天收获不错，先回家吧。好，回去吧。下午5点，陈红和爸爸背着一筐药材往家里走。陈红回到家中，然后便开始做饭了。今天做的菜还是家常菜，一道青椒炒肉，蒸了一份大米饭，
溜了一条红烧鱼，又凉拌了一碟小油菜，拿出了前段时间酿的葡萄酒，今天的晚饭就完成了。爸，你尝尝我酿的葡萄酒。小红，你什么时候学会酿酒了？在山里摘的野葡萄太多了，吃不完就学着酿一些。我尝尝。妈妈，我也要喝。小孩子不能喝酒哦，等你长大点再给你喝。我知道了，妈妈。陈红爸爸喝了一口，顿时一股无比香甜的味道在他的舌尖上面绽放开来。小红，这真的是你酿的葡萄酒吗？是啊，怎么样？好喝，真的太好喝了，比我之前在县里饭店喝的还要好喝。家里还有2大桶呢，明天我给小小爷爷送上一些，剩下1桶留着您慢慢喝。吃过晚饭，趁女儿睡着后，陈红进了空间，给长颈鹿带了2个1斤重的番茄。小家伙，快吃吧。那只长颈鹿吃完之后，还意犹未尽地看着陈红。不能吃了，一会该吃撑了，明天我再给你带别的。长颈鹿似乎能听懂，点了点头。我用灵泉水浇灌过的人参，竟然1个晚上就长大了几10倍。怎么回事？这还是我昨天种下去的那株人参吗？只见昨晚刚种下的人参体积大了10倍不止，碧绿的叶子上还挂着一朵红花。天啊，昨晚还是10年份的样子，现在看着起码有100年份了。10年份的人参起码能卖4、500块钱一克，不知道这上百年的人参能卖多少钱。陈红骑着3轮车来到了城中最大的药材交易市场。您好，这位女士，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？你好，我是想来问一下，你们这里收不收药材？我想出售一点野生的药材给你们。我们这里长期收购各种各样的药材，只要您拿出来经过我们的鉴定之后，如果是真的，我们便将您的药材收购。那你会鉴定药材吗？我能够鉴定的药材不是很多，如果是非常珍贵的药材的话，等我们店里的一位专家来了，便让他给您进行鉴定。好，我今天来卖的是人参，你能够鉴定吗？人参啊，我能够看得出来，但是研究的不是很深。没事没事，我先拿出来你看一下，如果鉴定不出来的话，就等你们店里面的专家来看吧，如何？好的，可以，我先看一下吧。就在他说话的一瞬间，陈红已经将人参拿出来了，店员轻轻捧了起来，震惊不已。这人参品质似乎有点高，如果要我确切的给个价格的话，我还真给不出来。没事，那就等你们店里的专家来吧。陈红拿着人参便走到了旁边坐了下来。这时门口走进来了一位满头花发的老者。来得早啊，小林，竟然都已经把店门打开了。那名满头花发的老者看着一旁的店员说道：陈老，您就别再笑话我了，我如果来得迟的话，我可是会被扣工资的。女士，这位就是我们店里面的药材鉴定专家陈老，他对于这些中药材可是有着很深的研究。你好，陈老，我叫陈红，我这一次是来卖药材的，不过啦，林先生好像不太能够确定药材的价格，所以还得麻烦您。哈哈，年轻人，你抬举我了，你将你的药材拿过来吧，我看一看，然后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。陈红连忙将自己的人参拿了出来。陈老看到这根人参，眼睛不由得一亮，激动地接过盒子观察了起来。这的确是野生的人参，你这野人参的年份可真的是太高了，得有上百年了吧？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宝贝啊！陈老，那您看这个价格怎么算呢？一般10年份的野人参我们是按500元一克，你这个上百年的我按1万元一克收，你看怎么样？没想到能交了灵泉的人参能卖出这么高价，这是要发财的节奏啊！陈红知道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高的，连忙点头同意。好，那就请陈老过秤吧。好，小姑娘爽快，以后如果还有什么药材要卖的话，我们小店一定给你最满意的价格。陈老带着陈红来到了称重的地方，人参的重量有50克。看到这个重量，陈红惊喜不已。小姑娘，这野人参50克，1万元一克，一共是50万元，你数一下。陈老笑着将钱递给了陈红。嗨，不用了，陈老，我相信您。小姑娘，如果你再找到人参的话，拿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一定给你最高的价格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之后我还会来继续找你们交易的。说完，陈红便开着3轮车去了服装店，打算给家里人都买一套新衣服。我用灵泉水浇灌过的人参，竟然卖出了50万元高价。我用这个钱请全村人帮忙扩大种植规模。爸，小小，我回来了，给你们买了新衣服，快试试看。妈妈，我要穿新衣服。好，快去换吧。小红啊，浪费这个钱干嘛？给你和小小买就行了。我最近挣钱了，不用替我省。爸，这一次我出去看到别人种的果树，基本上1亩地就有好几万块钱收入。小红，你说的这是真的吗？爸，这是真的，人家的果树每年最低收入都是好几万。我最近挣了一些钱，想拿出来承包一些土地，然后咱们也扩大种植规模。
好，这件事情就由你来决定吧，把全力支持你。不过咱们刚开始别包太多的土地啊，太多的话也打理不过来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找表叔商量商量。吃过午饭，陈红来到了表叔的家里。现在已经是中午了，表叔现在也在家里待着。怎么了，陈红？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表叔，这一次的确是找您有事情的。说吧，什么事情？只要你表叔我能够帮上忙的，我一定帮忙。表叔，是这样的，这段时间我赚了一点钱，想来问问您，村里的一些土地可以承包给我不？陈红啊，看来你家要逐渐的富裕起来了。你家山坡后边有一块荒地，如果承包的话，那块土地的价格算是最便宜的。表叔，我这一次大概也就承包2-3亩土地的样子，如果市场好的话，我以后可能就会承包的多一点，所以你尽管给我推荐比较好的土地吧。你家山丘的东面倒是有一块比较肥沃的土地，由于承包费用太贵了，所以没人去承包。那就这块土地吧。这块地的价格是多少呢？那块地有4亩，每亩要100元，也就是说4亩土地就要400元的成本费用，这是每年的承包费用。好，没问题，每年400块，我先承包，90年可以不？陈红，你一口气承包这么多年来干什么呢？表叔也被他的这个年限给吓住了。哈哈，表叔，我自有用处，你就说这90年可不可以承包啊？可以承包，签订合同就行。表叔将村里的支书和村里的会计请到他的家里，然后3人经过商量之后，便将合同理了下来。陈红将自己的名字签上，拿出了36000块钱递给了表叔。对了，表叔，咱们村里面有一些没出去打工的人吧？是有一些待在家里种些庄稼。那表叔可不可以帮我通知一下这些人呢？我需要10几个人，明天帮我栽一下树，我给每人每天100块钱的工钱。呵，没问题，我马上就去给你通知。将这些弄完了之后，陈红便告辞离开了。他和父亲首先去看了一下那4亩地。小红，这4亩地准备怎么处理呢？我准备用1亩地再挖上一个鱼塘，然后在周围栽上各种各样的果树，到时候鱼塘里面的鱼粪还可以用来给这些果树施肥。小红，这挖一个1亩大的池塘的话，又得花好大一笔钱吧？爸，没事儿的，我到时候是里面去找一些分销商，以后再开一家农家乐，咱们家的日子就好过了。好，你有想法就去做，爸相信你。父女俩说完话，陈红开着3轮车去了县里，准备订购一批树苗。小姑娘，你这次还是要买榴莲树苗吗？各种果树苗我都要买一些，然后还要一些年龄大的果树，争取明年就能结果的。好，小姑娘，你跟我来。来到后面，陈红看到了好几种不同品种的树，这些树他有的甚至都叫不出名字来。这些果树是今天早上才到的。这些是什么树啊？看起来还蛮奇特的。有芒果、人参果，还有石榴。不过芒果的话，我就不建议你买了，因为我们这里的阳光不是特别的充足。没事，芒果也给我来几棵吧，还有无花果树，给我多来一点。嗨嗨，我的空间泉水这么逆天，榴莲树都活了，还怕芒果树吗？好几天没看榴莲树了，也不知道长势如何了。我用灵泉水浇灌过的榴莲苗，竟然1个星期就长成了榴莲树。陈红在花鸟市场买了一批果苗，开着3轮车往家赶。小红，怎么也买芒果树呢？这个可不好种啊。没事的，爸，我能种猴。我去果园看看前段时间种的榴莲树，清理下杂草。说完，陈红背着背篓就去了果园，慢慢往榴莲树方向走着。走上前来，一股浓郁的榴莲气息扑面而来。我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前几天刚种下的树苗，怎么就结果了？虽然有之前收桃子的经验，可是陈红这次还是惊呆了。只见一棵棵榴莲树上挂满了硕大的榴莲，一个个外表金黄金黄的。这灵泉水种出来的榴莲也太神奇了吧！这个头比外面市场的大了一圈，每个看着都有10斤重了，真是又来一个惊喜啊！想不发财都难。陈红随手摘了一个榴莲，迫不及待想要打开看一下果肉。好家伙，这么结实！榴莲被掰开2半，里面淌着明黄色饱满的果肉，让人看着就很有食欲。陈红拿了一块榴莲肉放到嘴里品尝了起来。哇塞，这榴莲果肉口感太好了，软糯香甜，还淡淡的奶油香味，比我之前吃过的榴莲还要好吃，太棒了！陈红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。一般的榴莲是30一斤，我这极品金枕榴莲卖60一斤绝对没问题。陈红把榴莲全都摘了下来，装到筐里，开着3轮车就往县里去。在路边找了个不错的位置，陈红停车开始搬榴莲摆摊。今天刚好是周六，集市上人来人往的热闹极了。卖榴莲喽，又香又甜的榴莲，新品种金枕榴莲，不好吃不要钱。不一会就有一个女人走了过来。老板，你这榴莲怎么卖啊？这是新品种金枕榴莲，60元一斤，这也太贵了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我给你试吃看看，好吃再买。
陈红递了一块榴莲肉过去，女人尝了一口，眼神都冒光了。哇，太好吃，太甜了，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榴莲。老板，给我来一个。好嘞。陈红麻利的抱起一个榴莲称重9斤半，一共是570元。嗨嗨，您拿好，好吃下次再来啊。没一会又来了2个大妈，站在陈红的摊子上捏捏这个拍拍那个，叽叽喳喳讨论了起来。阿姨，你们尽管放心买，我这榴莲包熟包好吃。大妈买了2个榴莲，一下子又进账1000多。原本在围观的群众看到这么多人买，也纷纷上前，越来越多的人围了上来。陈红的摊子异常火爆，陈红马里的称重，装袋收款，这车榴莲1个下午就卖完了。嗨嗨，没想到榴莲这么好卖，看来要多种植点榴莲树才行了。陈红连忙把框子收拾一下，开着3轮车回家了。回到家，陈红掏出了挖掘机师傅的名片，拨通了电话。喂，请问是杨大哥吗？你好，我的确姓杨，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杨大哥，我听说您是开挖掘机的，我有一块1亩多的地，想说请您帮我挖一个池塘。行啊，没问题，1亩池塘很好挖的，是在哪里挖呢？杨大哥，我是余家村的，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空啊？可以来实际考察一下。可以，我马上从镇里面赶来，先考察一下，明天就帮你动工。好的，那就谢谢杨大哥了。打完电话之后，陈红便向着村长家赶去。到村负责人家里，看到已经聚集了20-30个人了，陈红也是微微一愣，他只需要10几个人，但是余下的10几个人怎么办呢？各位叔伯，我现在可能请不了这么多人，如果请得了的话，我一定让你们全部到我那儿去帮忙。听陈红这样一说，下面的村民也都点了点头。小红啊，那你现在需要请多少人呢？主要是做什么呢？我现在可能先需要15个人，先打理3亩地，将上面的草全部除去，再将里面的土地送一下。一听到陈红说现在只需要15个人，下面的人都是一张苦瓜脸。你们有谁有养鱼的经验吗？这时，下面有一个村民举起手了。小红，我以前在村子里面弄过鱼塘的，村子里面应该说是我最精通的。好，小江叔，那你这2天去帮我跑一下鱼苗市场吧，每天工资给你算100块，你看如何？没问题，我一会儿就去给你看那些鱼苗。哈哈，别着急，明天再去，然后你以后就帮我管池塘吧。如果说以后收益好的话，还会给你额外的奖金。谢谢大侄女，我王小江将一定把你的鱼塘管得好好的。叔婶儿，我现在需要15人帮我将3亩地的草除完，然后需要30个人来帮我种树。你们这些人我可以全部请你们帮我种树。听了陈红的话，这些村民都点了点头。各位，除草这15人就从妇女当中来选吧。嘿嘿，明天我们一定早点来。我承包了4亩地挖池塘，没想到竟然挖出了活水，并且有源源不断的鱼游出来。7点多一点，村民已经将荒地的草拔完了，一批批果树苗已经送过来，正准备栽种。爸，你按照图纸上面的位置让他们种，后面还有几车，今天种完这些就可以了。好，交给我吧，你去忙你的。整个余家村可热闹了，不过农村人都是很朴实的，几乎不带休息的，渴了去喝水，喝完继续工作，有力气的拿锄头挖坑，力气小的负责种树，一直干到下午，终于把所有果树都种了下去。小陈，小陈，你在家吗？杨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火急火燎的？小陈，这次你是真的发了。今天我们动工的时候，突然挖掘机挖出了一个活水来。有活水就好啊，杨大哥，那你这么激动干啥？你是不知道啊，那个活水它的源头还有点大，而且从里面还有鱼跑出来。什么？杨大哥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有鱼从里面跑出来？对呀，我给你讲，就这么一会儿，都已经跑出来几10条鱼了。我过去看看。说完，陈红便急匆匆往鱼塘方向走去。走了1分多钟的时间，便来到了池塘的旁边，一眼便看到了池塘西北角的那里有一股活水涌出来，而且这股活水的量还不小。让人震惊的是，有鱼在里面源源不断的游出来。嗨嗨，这样一来的话，自己不就又可以节约一些买鱼苗的钱了吗？虽然说这些鱼可能会长得很慢，但是加上自己买回来的那批，到时候妥妥的赚了。他连忙向村口走去，他要去问一下村口的刘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在村子里，谁家有一点大事小事的，全部都是找刘爷爷看的。小红啊，到我这里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刘爷爷，我挖的那个池塘挖到了活水，而且从当中不断的有鱼在往上面游。竟然还有鱼往上面游，这种事情还真的挺稀奇的。刘爷爷在听了陈红说的话之后，也露出了惊异的神色。那刘爷爷，您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？如果让我现在跟你说的话，我也不太清楚。
走吧，到那边去，我给你看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刘爷爷拿出了一个罗盘，然后跟在陈红的身后，一起向着池塘走去。他们来到了活水的地方，刘爷爷先是拿出了罗盘，然后测试了一下方位，然后又看向活水的那个地方，仔仔细细的用罗盘来测试了一圈之后，最终停了下来。小红啊，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呀。陈红一脸疑惑，刘爷爷，这里有什么说法吗？高深的我就不给你讲了，我就给你稍微说一下吧。听到刘爷爷这样说，陈红点了点头，然后仔细聆听爷爷到底要说什么。我们所在的这个池塘，如果说没有这活水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囚笼之地。但是你现在挖出了活水之后，囚笼之地的地势就被破掉了，不断的有生机从地底涌入，整个地方就被盘活了，就像是有一条龙，现在要熬享9天了。听着刘爷爷的诉说，陈红逐渐明白了。嗨嗨，刘爷爷的意思是说我要发财了。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，陈红和老爷子两个人也没做过多的停留，径直往家里走去。回到家，陈红先进了空间，看到前几天收进空间的长颈鹿伤势已经完全好了，正在河边欢快地走着。小家伙，给你带了几个桃子，快吃吧。长颈鹿埋头吃了起来，没一会就将几个桃子吃完了。你的伤已经养好了，我一会儿送你回到上次的位置，你回家吧。长颈鹿似乎听懂了，他点了点头，露出了伤感的表情，似乎舍不得陈红。小家伙，大草原才是你的家，那里才适合你生活。陈红说完就出了空间，缓缓往后山坡走去，到了上次救长颈鹿的地方，把长颈鹿带出了空间。小家伙，走吧，回家吧。长颈鹿伤感的嘶鸣，恋恋不舍地往远处走去，没入了森林里。我用灵泉水浇灌过的韭菜，竟然一下子长了10公分，吃起来还有甘蔗味。送走长颈鹿后，陈红缓缓往家里走去。咦，这里居然有野韭菜！只见路边石缝上里长满了野韭菜，绿油油的，正好摘点回家，给女儿炒鸡蛋吃。陈红蹲下身子，摘了些韭菜放到了空间里。妈妈，你回来了。宝宝，饿了吗？妈妈给你做饭去。陈红快步走到厨房，用韭菜包了一碟饺子，一份韭菜炒蛋，凉拌猪耳朵，红烧罗非鱼。妈妈，你包的饺子真好吃。好吃，你多吃点，长身体。小红，你这是去山里摘的野韭菜吗？比自家种的还香。是啊，爸，多吃点。吃过午饭，等女儿睡午觉后，陈红进了空间，把今天摘的野韭菜种在了地里。既然女儿喜欢吃，那我多种点。他拿起灵泉水浇在了韭菜上面，韭菜接触到灵泉水的瞬间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只见韭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着，一会的功夫就往上窜了10公分。我去，这成长速度也太惊人了，这么多也吃不完，不如割一些去市场上卖，补贴点家用。一般的韭菜是5块钱一斤，这改良过的野韭菜10块一斤也没问题。陈红蹲下身子，把韭菜摘了，装进编织袋里。爸，我出去一趟，您看着会小小，我在晚饭前回来。好，你去吧，孩子交给我就行。陈红开着三轮车就去了菜市场，在路边找了个位置，把针织袋铺开，把韭菜摆了上去，瞬间一股浓浓的韭菜香味散发出来。什么味道？韭菜吧，味道好浓。周围人都朝着陈红投去了目光。爷爷快看，那是什么菜？长得好长啊！一位60多岁的老人听见孙子的话，转头看去，一脸惊异。这是什么菜？好像是韭菜，有这么长的韭菜吗？老人慢悠悠地走到摊前。小姑娘，你这韭菜长得太好了吧？大爷，这韭菜是新品种，味道香浓不辣，吃起来甜甜的，还有甘蔗味。来，让孩子尝一下。陈红拿起一根韭菜递了过去，小男孩接过韭菜，咬了一口。爷爷，这韭菜真好吃，味道甜甜的，甘蔗的味道。甘蔗味？真的假的？韭菜还能吃出来甘蔗味？我尝一根。老大爷弯腰亲自捡起一根韭菜，一口咬了下去，茎叶分泌出来的汁散在口腔中，甜甜的味道。这韭菜真好吃，孩子喜欢吃就给他买点吧，补充下营养。你这韭菜怎么卖？老大爷笑盈盈地问道。大爷，韭菜10块一斤。什么10块一斤？这么贵？大爷，这是新品种，价钱贵一些也正常的。10块就10块吧，孩子喜欢吃，再贵也要买啊。买点韭菜回去给孩子包饺子吃，给我称4斤。好嘞，这就给你称。陈红手脚麻利地打包称重。大爷，一共40块。旁边的人纷纷顺着韭菜位围了过来。陈红的摊子异常火爆，韭菜真新鲜，我要5斤。人群中一位年轻妇女喊道：5斤韭菜，一共是50块。陈红接过50，快速放进口袋里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大家都别挤，自觉排好队。陈红忙得不可开交，一会功夫，韭菜就全部卖完了。收拾一下，正准备回去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了吆喝声：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自家刚出生不久的小狗仔贱卖了，还剩最后一只，
只要200块。陈红循声看去，只见一个胡子拉碴、脏兮兮的老头半蹲在地上，身前放着一个尼龙袋，一只小狗头探了出来。小狗看上去显得极为萎靡，双目无光，病恹恹的。陈红只是瞄了2眼，这便准备起身离去。小姑娘，等等。陈红一脸疑惑。小姑娘，把我家这只小狗仔买了吧，很便宜的，只要200块。大爷，你这小狗仔一副生了病的样子，谁愿意买？这样好了，再给你便宜点，100行不行？虽说这小狗仔病恹恹的，若是能治好，倒也不亏。装在尼龙袋内的小狗仔缓缓抬起头，朝着陈红凝视了过来。小狗仔的眼神中满是恳求。陈红心神一惊，眸色里满是不敢置信，从兜里掏出100块递给了老头。小姑娘，你可真是有眼光啊，这小狗以后就麻烦你了。老头接过钱，说了2句，便急匆匆地离开了。陈红弯下腰，拎着装有小狗仔的尼龙袋，开着3轮车回家了。妈妈，你回来了。咦，怎么还有一只小狗？这是妈妈刚刚买回来的。小红啊，这狗看着像生病的，买回来做什么呢？没事，我有办法治好它。陈红带着小狗进了厨房，端了一碗灵泉水放到小狗面前。小狗仔看到了这碗水，原本暗淡无光的眼神清明了许多。他低下头，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。只见病恹恹的小狗喝完灵泉水，一下子就精神了，连毛发都变得光泽了不少。看来是灵泉水起作用了。棚里铺上柔软的干草，小狗换了个地方，一直在到处嗅，看来是在熟悉自己的新家。女儿站在旁边，一直盯着小狗看。宝宝，你喜欢它们吗？喜欢，妈妈，你看它多好看。妈妈，它也喜欢我。我们一进去，它就看着我，想要我把它带走。你从哪看出来它想要你把它带走的？眼睛，妈妈，它的眼睛会说话，我看到了。这只小狗还挺有灵性的，小宝，给它取个名字吧，以后它就是你的小伙伴了。妈妈，我喜欢桃花，小狗就叫桃花吧。好，以后它就叫桃花了。不过家里养的小狗可不是光喂它吃饱睡好就行的，你先要训练它不能随地大小便，还要让它保持干净卫生，看家护院，能做到吗？我明天就叫它听话，它可聪明了，肯定能做到。好，那以后看你表现。我利用灵泉水浇灌后的人参竟然长大了10倍，更是卖出了500万天价。爸，你看见桃花没有？没有啊，我今天遛弯回来没看见它，以为跟你去县里了。那我出去找找。说完，陈红便急匆匆往村子后面走去。桃花，桃花，主人，我在这。只见一只粉色小狗从远处跑了过来。桃花，你怎么回事？跑那么远？主人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我刚刚在山里发现了2颗人参。什么？人参还是2颗？陈红双眼放光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上次一株50颗就卖了50万。桃花，这是真的吗？没骗我吧？主人，真的，就在山里，我亲眼看见的。走，带我过去看看，如果是真的人参就挖回来。一人一狗顺着小路缓缓往山里走去。桃花，还有多远啊？主人，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半个小时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处竹林旁，草丛旁边正长着2颗拳头大小的人参，根茎青翠嫩绿，看着起码有100年份了。主人快看，就是这2颗。我去，真的是野人参，这是要发财的节奏啊！桃花，你这运气也太好了，竟然能遇见这种品质的野人参，回去给你奖励鸡腿。嘿嘿，谢谢主人。这人参看着有100年了，要是我用灵泉水浇灌，起码能多长一些年份，几百年份的野人参也能卖个100-200万吧。嗨嗨，要发了！陈红小心翼翼把人参挖出来，收进了空间里。走吧，桃花，我们回家了。好的，主人。回到家，陈红先进了空间，给那2株人参浇了一些灵泉水。人参，快快长大！只见浇了灵泉水的2颗野人参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成长，体积达到2个拳头大小，才停了下来。嗨嗨，成功了！这看着差不多是500年份的，真的是太逆天了！灵泉水在手，自己以后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？陈红拿出手机拨通了药材铺陈老的电话。你好，陈老，我是上次卖药材的陈红。是陈姑娘啊，有什么事情吗？陈老，是这样的，我最近找到了一株大概有500年左右的人参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？什么500年？小姑娘，你该不是骗我的吧？500年的人参竟然还有存在的？陈红的话音刚落，只听见电话那头便开始惊呼起来。是的，就是500年，甚至只比500年都不比500年上，但是具体的我还没有鉴定出来，就是不知道陈老有没有兴趣啊？有兴趣，小姑娘你一定要给我留着。陈老，这样吧，明天我过去药材交易市场一趟，您鉴定一下。好，可以，我明天过去，一定要将这株人参给我留着啊。
放心吧，陈老，明天就把人参给你带去。一夜好眠，陈红早早起床，和老爸说了一声要去县里一趟，开着3轮车就往药材交易市场去。陈女士，你来了，陈老早早就过来等您了，我带你过去。嗨嗨，好的，麻烦了。陈红跟在店员身后，两人进了院子。陈老，让您久等了。没事，我平时也是这个点来。将那株野人参拿出来，我看看。陈老迫不及待地说道：“500年份的野人参，他也没见过。”好的，您鉴定一下。随后，陈红便将自己装着500年人参的盒子拿了出来。陈老小心翼翼地接过了装人参的盒子。好家伙！陈老心里震惊不已，因为陈红拿出来的这一株人参，已经不仅仅是500年的人参了，而是已经达到了530多年的人参了。这株人参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年份最长的人参，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，世间稀有。陈老，这株人参比上一株的品质要好得多吧？你给我报一个价，如果说我觉得合适的话，我就卖给你了。陈老沉吟了一会儿，报出了一个价格。这株人参的话，我大致判断它为530多年的人参，可以说是实属罕见。我给你50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去，500万，我做梦都不敢梦见的数字，这下我真成小富婆了。陈红连忙点了点头，嗨嗨，可以。如果说按正常商品交易来的话，这一株人参大概也就是450万左右，所以我给你的500万，其实你并不亏的。哈哈，陈老，你这是说笑了，我当然不亏了，这株人参也是我找到的，我还赚了呢，而且这还得多谢陈老给了我这么多钱。听了陈老讲的话之后，陈红也笑了起来。随后，陈老便吩咐跟在旁边的眼镜青年去把现金拿过来。想着200万马上要到手了，陈红不禁有些激动。没一会，去取钱的眼镜青年就提着一个密码箱回来了。陈姑娘，你点点，没问题的话，咱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。没事，陈老，我信您。要是再有这样的药材，记得来我这出售，我高价收。好的，一定。怀揣着巨款从交易市场离开，陈红已经由兴奋变得一脸淡然。以他现在灵泉空间的身价而言，这是小气。我用灵泉水浇灌过的人参，竟然卖出了500万天价。于是我请全村人帮忙修建农家乐。告别陈老后，陈红来到了农贸市场，准备买一些鸡和鸭回去喂。到了一个铺面还比较大的卖鸡鸭的地方。老板，你的这些鸡和这些鸭到底是怎么卖的呢？小姑娘，不知道你是买的多还是买的少呢？如果说买的多的话，我就给你按个卖；买的少的话，我就给你按斤称。这按斤称和按个卖有什么讲究吗？陈红也是第一次买鸡仔，一脸疑惑。小姑娘，我也不骗你，我在这里卖了10几年的鸡和鸭了，按斤称的话，我的利润就要高一点。如果你买的多的话，我就会便宜点，按个卖给你。这人也老实，对着陈红解释了起来。老板，我这一次买的数量也是不少的，这一次合作愉快的话，咱们就可以长期的做生意。小姑娘，你这一次是要买多少呢？你放心，我的鸡和我的这些鸭一定是最好的。这一次的话，我需要鸡4000只，至于鸭子的话，我需要2000只。听到陈红这样一说，老板一下子便高兴了起来。这可是大生意，几千只鸡鸭，利润的确是不低了。小姑娘，正好我昨天刚进了一批鸡，我从那批鸡里面给你挑一些出来，给你带走，你看如何？那好，数量的话就这样决定吧，但是不知道你能给我优惠多少呢？卖鸡的老板沉思了一会，这批鸡的话，它的价格是25块钱一只。如果说咱们以后长期合作的话，那我就给你算23一只，你看如何？陈红点了点头。好，那鸭子的话你也给我优惠一点呗。鸭子的话，我也每只给你优惠2块钱，18一只，你看如何？行，你算一下钱吧，我把钱付给你，你帮我送到余家村里面去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听见陈红这样说，他拿出自己的手机，开始算起了钱。 2000只鸭子算下来的话就是36000元，4000只鸡算下来的话就是92000元，总计128000元。随后，陈红从自己的包里面拿出了128000元，递给了卖鸡的老板。将钱给付了之后，陈红去饭店打包了一些饭菜，开着3轮车回家了。小红，今天怎么买这么多菜？陈红，你这是发财了。嗨嗨，叔，你可真聪明，一猜就猜到了。你们猜猜我究竟是弄到了什么东西？给你们一个提示，前2天我上山深处转了一圈，是不是发现野生人参了？村长叔这番话说出来，众人也算是明白了，能够发财，无非是碰到了野生山参，而且年份还不短。嗨嗨，确实如此。今天把大家喊过来，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前2天在深山发现了一颗100年山参，而且还卖了500万。500万这个字眼让大家震惊不已。小红，
别卖关子了，快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。陈红就简单的把这一件事情给讲述了一下，当然中间利用空间泉水浇灌的事情他肯定不会说。听完陈红的一番话，众人也是唏嘘不已。呵，看来陈红承包的这个山确实是好事啊，这不就带来好运了。陈红啊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一件事？村长叔，你说吧。陈红，你也知道咱们村里贫困的人真的太多了，咱有了钱之后不能忘了这些乡亲们。村长叔，这件事我知道，其实叫你们过来就是想着让咱们这个村子变得越来越好。今天我去市里买了不少家禽，准备建一所农家乐，村子里比较贫困的都可以上山给我帮忙。总而言之，只要是想工作的我都能够安排妥当，每人每天100工钱。村长叔，您觉得怎样？这是太好了，你发达了还能想到我们，真的是有心了。最终所有的事情也算是确定了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陈红吃过早饭便往山里走去。早上的时候，陈红父亲很早就来到了这边，带领着一批人正在打扫养殖的那一片区域。小红啊，养殖场那边的老板什么时候过来？估摸着今天中午这些鸡鸭就能送到了，不过我感觉现在这些房子不够用了，还得再建一些房子。建造房子这事倒是不着急，这条路需要先修一下了。好，明天我联系人过来商议一下具体事宜，然后你们定一下价格，只要合适随时可以开工修路。我利用灵泉水浇灌过的玉米，竟然一夜之间就长大了10倍。桃花，走，我们先去玉米地看看玉米。好的，主人。来到自家的玉米地，就看到翠绿的玉米杆子上挂满了一颗颗金黄饱满的玉米，充满了盎然生机。我去，这还是我家的玉米地吗？这简直就是一件件的艺术品啊！陈红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饱满的玉米，草率了，淋水浇灌的太多了，让这些玉米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幸亏这里没什么人来。陈红走上前去，这片玉米地里竟然散发出了一丝丝的香味。桃花也冲着这些玉米叫了起来，连尾巴都晃着，都要打圈了。好家伙，你也知道这个玉米应该会好吃啊，就算是我都有点流口水了。陈红随手就掰下一个玉米，没想到还挺重的，整个玉米通体金黄色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似乎还有一层的光泽。光从这卖相上看，绝对是一流了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果香？不对，应该说是玉米香。这可是用灵泉水种的玉米，这才是真正的水果玉米。陈红拿起玉米咬了一口，一股甜香蔓延在口腔中，陈红的眼睛里都充满了喜色。太好吃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水果玉米，跟我以前吃过的口感差别太大了。连着好几口，一大根玉米就被陈红给吃掉了。正准备在吃的时候，他的脚边一道身影扒拉上来了。主人，我也要吃。桃花这家伙眼勾勾地盯着这玉米。好，我给你摘一个，也让你尝尝。陈红迅速地又摘了一个玉米下来，扔给了桃花。主人，这玉米太好吃了。只见桃花坐在地上，欢快地吃着玉米。嗨嗨，要发财了！这种品质的水果玉米绝对能卖个好价钱。灵泉水的作用真是太巨大了，看来以后要谨慎着用了，要不然太夸张的话，自己都不好解释了。主人，我们要摘玉米去卖吗？一会摘去镇上卖，这样的水果玉米怎么也能卖50块钱一根吧？100个玉米岂不是就能卖5000块？陈红越想越觉得可行。你先在这里待着，好好的看着这些玉米，我回去拿袋子。好的，主人。陈红可不希望因为这水果香味把野猪给吸引来了，得抢在野猪来的时候把水果玉米先收掉。没一会，陈红就开着3轮车过来了，把玉米全部采摘到了筐子里，开着3轮车就往县里的美食街去。找了一个好位置，陈红把这些玉米都从车里搬了下来，玉米的香味顺着这美食街一路的飘了过去。这玉米是什么品种？为什么吸了一口就想吃？林哥，这玉米好像真的不一样，好香的味道啊！这是什么香？好像是那位姑娘卖的玉米香。不少路过的人都被这香味给吸引住了，一个个嗅着香味往里走。老板，这玉米怎么卖？给我来一个。老板，你这玉米不会是打了药的吧？这也太香了吧！一时间，摊位面前就围满了人。这是新品种水果玉米，50块一根，不好吃，赔你3倍的钱。50块一个的玉米，所有人都怀疑是不是听错了，站在摊前议论纷纷。普通的玉米不就是5块钱，你居然卖50块钱一个，这简直就是在抢钱！老板太坑人了，简直就是黑心老板，撤了。就是这样的玉米，就算是5块我都嫌贵。围上来的人可不是一般的多，一听说50块一个玉米，瞬间就让他们恼火。大家没有听错，我的玉米是顶级玉米，50是现在的价格，等以后说不定就涨价了，到时候你们想吃可没那么容易了。开玩笑，我这个可是用灵水浇灌出来的玉米，就没有不好吃的。所有人又一次被震得一愣一愣的，再次怀疑是不是听错话了。
老板，你确定这玉米不好吃就3倍赔偿？一个中年男子说道。没错，不好吃就3倍赔偿。那就给我来1个玉米，我来尝尝这味道到底怎么样。中年男子笑了一声，顺道告诉你一声，我是一个记者。在场的这些人瞬间就来了兴趣。陈红已经剥开了一个玉米，瞬间金黄的色泽就出现在大家的眼中，所有人都不争气的咽了咽口水。好家伙，这玉米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。中年男子付了50块，拿过了这一个玉米。没想到下个班还能碰上这样的事，3倍赔偿自己赚定了，回。男子一口就咬在了这玉米上，瞬间有些疲倦的中年男子又感到有精神了，连着又吃了好几口，一个玉米就下了肚子。老板，你这玉米太好吃了，再给我来3个打包。大家万万没想到，这记者居然直接扫了付款码，又买了3个玉米，连3倍赔偿都不要。这是3个玉米，你可以回家再慢慢剥，这样就比较新鲜。围观的众人惊异不已，纷纷抢着要买。老板，给我来1个，给我也来1个，来1个。陈红一时间忙得不行了，一个个的玉米递了出去。本来还准备看热闹的大家，吃了一个玉米之后都惊呼天人，太好吃了，这是我吃过有史以来最好吃的玉米了。老板，再给我2个，我打包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100个玉米就被人一抢而空了。主人，我们的玉米全部都买完了。哈哈，今晚给你加鸡腿，1天就赚了5000块，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。桃花，我们收拾一下，回家吃饭了。好的，主人。这头野猪忽然就冲下来，这边的桃花居然也朝着野猪奔了过去，大战似乎一触即发。陈红也没有想到这头野猪居然性子这么急，直接就冲了下来。等等，桃花，别过去，那可是野猪啊！你这家伙怎么斗得过野猪？就在这时候，桃花居然朝着山沟这边叫了起来，声音非常的激烈。陈红也停下了手中的活。桃花，看到什么东西了？等到陈红走过来，并没有看到什么毒蛇之类的，倒是远处的树丛里传来了稀稀哗哗的声音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陈红心头一紧，哗啦一声，草丛里头直接冲出来了一头野猪。这头野猪看去也就200来斤左右，但那眼神却非常的凶悍，野性十足，直接就盯了陈红。好家伙，居然是一头野猪！看着这头冒出来的野猪，陈红震惊不已。那头野猪忽然就冲下来，这边的桃花居然也朝着野猪奔了过去，大战似乎一触即发。陈红也没有想到这头野猪居然性子这么急，直接就冲了下来。等等，桃花，别过去，那可是野猪啊！你这家伙怎么斗得过野猪？旁边的桃花竟然一溜烟的就冲了出去，直奔着野猪方向。野猪冲来就好像一座大山一样，面对冲下来的野猪，桃花竟然聪明的挪了身，稳稳当当的避开了过去。野猪一个猛冲就落空了，一头就冲进了玉米地里。这家伙冲进玉米地以后，竟然直接奔着玉米杆子去了。野猪大口大口的吃着玉米杆子，这一幕倒是让陈红非常的意外。不会吧，这头野猪从树丛里下来就是冲着这玉米杆子来的，可已经没有了玉米啊！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这玉米杆子吸收了灵水，看来这玉米杆子也是一个宝贝。野猪在吃了一口玉米杆子之后，一回头就冲着桃花去。这野猪也是挺记仇的，这一冲过来，又一次的避开了过去，跟着一翻身，居然借着灵巧的身子就到了野猪的背了。桃花这家伙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？野猪一路横冲直撞的，弄翻了不少的玉米杆子，始终甩不开桃花。忽然，桃花冲着野猪的脖子处就是一口下去，顿时间鲜血直流，野猪疼得嗷嗷大叫。桃花，住手，留他一命吧！桃花听到这话，立马跳了下来。好的，主人。陈红往前凑近了野猪，我没有对意，别攻击我，我给你看看伤势。陈红从空间装了一碗灵泉水，放在野猪面前，野猪大口大口的喝着灵泉水。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只见野猪身上的伤痕全部愈合了。野猪叫唤了2声，好像是在感谢陈红。大家伙，这些玉米杆子都给你，但是你不准伤人，知道吗？野猪点头回应，然后叼着几根玉米杆子，转身朝远处的山坡走去。桃花，下次不能这么鲁莽的，知道吗？这可是野猪啊，受伤就不好了。知道了，主人。陈红随手折了一颗玉米杆子，和桃花大口吃着。你还真别说，挺甜的，好像小时候吃零食的感觉。主人，还有这么多玉米杆子，我们怎么处理？剩下的拿去喂鱼得了。距离山沟这边差不多10来分钟的时间，有一口荒废的大鱼塘。陈红一过来就看到了这口大鱼塘，水塘都是水葫芦，密密麻麻的一大片，把玉米杆子都扔到了水里。前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，这些玉米杆周围居然就有鱼过来了。主人，快看，有大鱼！我果然没猜错，这鱼塘里面还真的挺有货的，居然连这样的大草鱼都有。之后又是4面8方的小龙虾来了，转眼之间，这些玉米杆子都是小龙虾。
还真的挺不少的，比那些小水沟里面的要干净多了。陈红拿起网兜，直接把小龙虾抄了起来。看来今天晚上不光可以吃蒜蓉小龙虾，还可以吃13香的小龙虾了。主人，我都想吃。放心，今晚做一锅，给你吃个够。不到一会的时间，水桶就装满了小龙虾。小龙虾一装满还真的不少，差不多有小20斤左右。陈红满心欢喜，没想到就是过来扔个玉米杆子，竟然还能收获这么多的小龙虾。等等，这里还有个老鳖，好家伙，这老鳖估计有些年头了，都差不多有小10斤左右了。陈红眼睛一眯，忽然看到了一个黑影，立马就往网兜一抄，还真的抄起了一个大货了。难怪大家都说要出门走走呢，弄了一个老鳖，还有这20斤的小龙虾，晚上可以做一顿大餐了。陈红看着这口荒废的鱼塘，冒出了一个念头，要不把这口荒废的鱼塘也给承包过来。陈红提着2桶小龙虾，外加一个老鳖，就往村里头走。村头大樟树下，有不少的村民们在这里纳凉。一看到陈红提着2桶的小龙虾回来，都很意外。小红，你这老鳖啥地方抓呀？这也太大了吧！听说这货老值钱了，那你最近可真是财源广进，有这么一个老鳖，怎么也能卖上千块啊！嗨嗨，这是外面随便抓的。陈红很是随意的说道。一回到家里，陈红就把角落里的大石槽给清理出来了，用来暂时放养这个小龙虾。20斤的小龙虾也吃不完，先把小龙虾养在这里再说。陈红心里头已经决定把这个老鳖带到县里头卖掉。小红在家吧？忽然，桃花在门口叫了起来，村长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你总算是在家了。叔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承包了玉米地那边的荒地？我觉得你山沟就栏亩水果玉米有点太可惜了。村长，你是让我承包村里的荒地？是呀，咱们村荒的一直不少，有口大鱼塘的那一片荒地都长野草了。我觉得这地交给其他人，还不如让你承包，填一阵，1年3万块怎么样？那口鱼塘附近的土地？对，就是那一片地方。以前的时候有个老板承包过去搞种植的，结果弄了2年就亏本了，就一直放在那里了。那地方我倒是有印象，3万块1年倒是不贵，不知道要承包多少年？最低要5年起，这个租金可以1年1交，不需要一次性就交足的。那我想一想，明天再给你答复怎么样？没事没事，你就算考虑各3、5天也没关系，反正名额我帮你先预定的。陈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答应下来，考虑1、2天的时间再说。接着，陈红开始清理起了小龙虾，起锅烧油，前后差不多炖了大半个小时，麻辣汁中又透着香味，瞬间就让人直流口水了。一大盘的小龙虾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，香味飘出去老远。一只狸花猫正站在门口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里头。不知道这是谁家的狸花猫，这鼻子倒是挺灵敏的。桃花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主人，我也要吃。你这个小吃货。陈红装了一小碗放在桃花的碗里，我就不相信你还会吃这个小龙虾了。结果桃花这家伙吃得津津有味。最让陈红感觉到有意思的是，狸花猫居然也跑了过来了，竟然冲着陈红叫了起来了。小龙虾可不是鱼，你确定自己能吃得动？陈红随手就拿起了一个小龙虾丢了过去，狸花猫看了几眼，盯着这个小龙虾，陈红倒没去理会了，赶紧先尝尝这小龙虾再说。冷了就不好吃了。陈红拿起一个小龙虾就吃了起来，瞬间浓郁的香味在口腔中散发开来。哇塞，这真是有史以来吃过最弹牙的龙虾肉，怪不得桃花这家伙吃得这么津津有味。看来用这个临水养出来的小龙虾也是不一样，这么快就有了质的变化了。那这个老鳖岂不是更加的补了？嗨嗨，不知道何时，狸花猫还真的把那个小龙虾给啃掉，竟然来到了陈红的旁边了。猫都开始改行了，不吃鱼，吃小龙虾了。小红，这小龙虾哪里抓的？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小龙虾。在山里那口荒废的池塘。妈妈，好好吃的小龙虾，明天我还要吃。好，妈妈抓了很多，明天还给你做。爸，你说这个小龙虾我拿去卖怎么样？这个主意不错，这小龙虾这么好吃，应该好卖。我给同学拿点尝尝，家里还有这么多，一时半会也吃不完。正准备出去的时候，墙角处那一小片绿油油，让陈红眼前一亮。一定是昨天洒下灵泉水的缘故，番茄种子、玉米种子都通通发芽了。好在这里没什么人来，别人种个菜要2、3个月的时间，自己顶多用半个月的时间，这简直就是神效率啊！陈红拿起了小龙虾，就往林小溪的家里去了。林小溪，你在家吗？陈红很快就来到了一处破旧的老院子面前了。谁呀？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妇女走了出来。阿姨，是我，陈红。原来是陈红，小溪的同学。听说你种玉米可厉害了。小溪不在家，在镇上出摊。你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转告。没啥，就是弄了些小龙虾，吃不完，让你们尝尝。留下了小龙虾，聊了几句，陈红就回去了。叔，我来了。村长正在家喝茶，一看到陈红过来，就非常的高兴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承包这个荒地的，那地方对你来说就是发展事业最好的地方了。
我对这片荒地确实有兴趣，所以我决定承包了，先来个30年吧。30年？这下子轮到村长震惊了，这年头可真不短。30年时间是不是太长了？要不先种个4、5年再说。村长还是有些担心的，毕竟现在种田可没有以前那么好种。没事，30年的时间真不长，况且我种田又亏不了。村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差点忘了，你这种田的本事确实厉害。那就这么说了，我明天去村里拿份合同过来，你过来签就行了。不过你得把5万块给带过来。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真想去车到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对了，那口荒废的鱼塘你要抽掉吗？先开好荒地再说吧，我还没考虑好。行，那我先去安排。陈红回到家里，刚坐下来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陈老板，我是胖子，上次买你的玉米挺不错的，不知道玉米还有没有？我决定收一批。王老板，你来的有点太迟了，这玉米都被野猪糟蹋了，能收的真是不多了。那边的王春风一听的话，瞬间就着急起来。被野猪祸害了，这些天杀的野猪啊，那不知道还剩下了多少，我全部要了。应该还有个100-200斤，你要是想要的话就来拉走吧，不过这价格的提一提。没一会王春风就赶过来了，这次的玉米总共200斤，一边一袋。这最后一批的玉米了，也不收你太高的价，100一斤，你要是要的话就拿走。王春风一脸的笑容，拿了2万块钱出来。陈老板，下次有好东西记得联系我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说完，王春风拉着玉米开车离开。林小溪，你怎么来了？听我妈说你中午给我送了小龙虾，这是特意让我给你带了土鸡蛋了。真不用这么客气，下不为例。好，还有以后过来了直接就坐院子里就行了，别在门口了。我记住了，其实我也就来了一会。陈红，你看你这里的小龙虾好像都跑出来了，你家的桃花也不知道帮忙看着点。林小溪这一喊，陈红才看到养在食槽里面的小龙虾居然跑出来，还敢跑出来，正好今天来一个香辣味的。桃花，你看你跟着我出门了，家里就没有人看着了，得给你找个小伙伴了。那你知道咱们这里哪里有狗卖吗？好一点的狗，准备再去买一个回来看家。买狗啊，可以去隔壁村，听说那里弄成了一个养狗基地的，养的都是一些宠物狗，就是太贵了。不会吧，隔壁村不是穷的叮当响吗？怎么开始成了宠物狗村了？听说他们村的那个村长挺能做事的，找到了路子，10家里面有3、4家是狗养殖的，所以村长对你可是充满了格外的期待了。对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去摆摊卖小龙虾呀？我觉得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做，浑身有点不太自在。快了，最多3、5天咱们就过去。陈红一边说着，一边看着食槽里的小龙虾。最后多说一句，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赶紧上瓜子选车吧。我用灵泉水养殖的小龙虾拿到城里卖，竟然供不应求。早上8点，陈红提着一个大水桶往北山荒地走去，老村长林建国也在这里，似乎当起了监工。那10个村民们都齐刷刷的开始清理这一大片的荒地了。陈红，你过来了，这监工就还你了。其实要不要监工也无所谓，他们只要能把这活做好就行了。不过我看还得整个10几20个人过来，这样就快得多了。你们年轻人就是着急呀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这就回去帮你再找20个人过来。那你考虑好这些荒地整理出来之后种什么了吗？当然是种些值钱的货了。要知道现在农作物卖不出价格，是因为这东西不好，太大众了，所以我自然要做些比较能挣钱的。我以为你要把这一片都给种水果玉米，不种水果玉米倒是有点可惜了。玉米当然要种了，不过种个2、3亩左右就差不多了，物以稀为贵嘛，种的太多了，大家就不觉得这玉米有多好了。林建国一听恍然大悟，还真的是这么一回事。先在这一片种点西瓜，要知道这西瓜马上就要到季节了，再来点甜瓜。那行，我先回去找人。某国的黑皮西瓜都能卖那么贵，自己可是有灵泉空间，难道还卖不起价格啊？开玩笑。给大家结清了工资之后，陈红就回家了，找来了一个不锈钢的大脸盆，把玉米都用灵水给泡了起来。桃花，今天你好好看着玉米，可别被老鼠偷吃，不然到时候你的零食可就没了。好的，主人。陈红，你说的这个小龙虾真那么好卖吗？你信我，这个东西不光营养价值高，而且极为美味，肯定不愁卖。陈红和林小溪带着小龙虾火急火燎地赶到摆摊的地方，因为来得晚，大多数位置都挤进有人了，2人也没得挑，就近选了一个位置就张罗了起来。小溪，你拿个刷子把小龙虾从头到尾刷洗一遍，先弄出20只来。我先炒一锅。好嘞。片刻之后，陈红开始起锅炒小龙虾，葱、姜、蒜齐齐下锅，
随着翻炒，一股股奇异的香味在摊子周围弥漫开来。不愧是灵泉水养出来的虾，香味都比一般的要浓。卖小龙虾了啊！漂洋过海来的小龙虾了，男人吃完强身健体，女人吃完美白养颜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随着调料的加入，香味越来越浓郁，往四周散开，摊子周围也聚拢了一些行人。大哥，来一份嘛，这玩意可是大补，营养价值极高的，外国老都是经常吃的。小老板，你这一份多少钱？不贵，100块钱。100块钱还不贵？大哥，您说笑了。我这虾营养价值很高，你买了绝对不亏。而且我们是第一天开业，前3天是打折价格，3天后就是120了。这么看还真不贵。男人看向身边的女伴，娇娇，要不要来一份？还能美容养颜呢。听雕哥你的，尝尝吧。老板，给我来一份吧。好嘞，您先坐，我这就给你装。掀开锅盖的同时，香味不断的扩散出去。好香啊！看起来不怎么样，闻起来这么香。不行，忍不住了。老李，要不来一份？妈妈，我要吃这个，我要吃这个。不少跟着大人逛街的孩子，硬是拉着家长朝着摊子就挤了过来。没错，摊子周围已经站了不少人。您尝尝，保证鲜香麻辣。桌上的2人有模有样的吃了起来。还真是热辣鲜香啊！小老板手艺不错啊，味道非常棒。谢谢捧场。还有没有要吃的？男的吃了强身健体，女的吃了美容养颜，小孩子吃了一天比一天聪明，门门功课都考100分。小老板，给我来一份，太香了，来一份尝尝。给我也来一份，只要孩子能聪明就行。对，我也要一份，就冲那100分，我高低也得来一份。小老板，给我再来5份，太香了，越吃越辣，越辣越香，越香越想吃。说这话的正是雕哥。大哥，5份会不会太多？这个东西男的吃多了，媳妇受不了啊。雕哥和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，就是要这样的效果。陈红和林小溪2人却还在忙碌着，他们摊子周围还有一部分排队的客人。陈红，还有1网兜了，2份的样子了。诸位，实在对不住了，我锅里的2份做完后，今天就打烊了。小龙虾已经没有多余的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没买到的众人纷纷叹息，各自散开。陈红，我们这小龙虾也太受欢迎了，居然全卖光了。嗨，我也没想到这么好卖，看来要多收点小龙虾才行。吃过早饭，陈红带着桃花和狸花猫来到了自家承包山头的果园。果园里上百棵橘子树等着丰收，橘子树上挂满了青色小橘子，不过个头都很小，想要熟透至少需要2-3个月时间。身边的桃花突然吼叫一声，猛地冲了出去。原来桃花是在追一只疯狂朝着山里跳跃的野兔。桃花刚才那速度也太快了吧，跟闪电一样。陈红没再理会他们，而是提着灵泉水就开始对着身旁几棵树浇了起来。浇完水，他准备等会再看看橘子树的变化。一阵奔跑声响起，原来是桃花回来了。让他目瞪口呆的是，桃花口中竟然叼着一只野兔。我去，厉害了，都可以抓野兔了。桃花一脸得意，将咬死的兔子扔在了陈红面前。主人，我厉害吧？可以，中午回去给你们弄兔子肉吃。一个上午浇了差不多20几棵，最先浇水的几株橘子树有了明显的变化，橘子叶青翠发亮，变得生机蓬勃，上面挂着的小橘子更是明显变大了很多，快到能出售的大小了。陈红伸手摘了一个，刚扒开皮，一股沁人的清香就飘了出来。陈红塞了一个进嘴里，顿时无可形容的清爽在嘴里爆炸开来。我去，太好吃了，从来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橘子。陈红3-2下将整只橘子吞了光，看着抬头眼巴巴流口水，看着自己的桃花和狸花猫，就随手也扔了几个给他们。现在市面根本就没有这么好吃的橘子，要是拿到市场卖，绝对价高又畅销。一棵橘子树大概有400-500个小橘子，差不多100多斤。如果每斤卖5块，不对，这么好吃的橘子应该卖10块，每颗都能卖1000。陈红盘算了一下，顿时心中火热。等下午快落山的时候，陈红开始采摘橘子，一口气采了700-800斤橘子，全部装进竹筐，搬上平板车，推到了山下家中。第二天，陈红独自开着家里的小破面包车，拉着一筐筐橘子来到了县里的早市。农贸市场人来人往，在街边找了一个不错位置，就停车开始往地上搬橘子摆摊。对面就有一辆卖水果的3轮车，其中也有橘子。摊主青年望了陈红一眼，目光很是不友好。陈红看他摊上摆放的橘子明显是大棚货，个头也小，纸板上还写着橘子8元每斤。这种橘子都卖8块，自己的橘子卖10几块不是妥妥的。喂，小姑娘，你这橘子怎么卖？橘子15块钱1斤，自家种的，非常甜，你可以尝尝。一听这价格，2位走到摊前的大妈顿时一瞪眼：15一斤，你怎么不去抢钱呢？我前天才买的，5块钱1斤。想把老想钱想疯了。不买就不买，说这么多干什么？
橘子扒快了，快来看看啊！便宜好吃，不坑人。对面小摊青年听到陈红橘子喊价15，笑出声来。果然，两位大妈听到吆喝声就走了过去，开始讨价还价。最后尝了尝，皱着眉头买了2斤。有了收入进账，小摊青年立刻挑衅似的看了陈红一眼。陈红不紧不慢地从竹筐里拿起一只橘子，扒开，瞬间一股浓郁清新的橘子味朝四周扩散开来，挡都挡不住。很多人闭着眼陶醉地嗅着，很快就顺着清香围了上来。就连刚付完钱买了小摊青年橘子的2位大妈都回头看了过来。这橘子也8块1斤，我就多要几斤，急4块3咧。你这破橘子卖不掉都烂咧。现在橘子20块1斤，可这橘子和市面上普通橘子可不一样，而且是早上才采摘的，10天半个月烂不了。我可是记仇的人，说我这破橘子比完了还要买，你想买我还不卖呢。喂，刚才不是卖15吗？怎么转头就20咧？这烂橘子卖20，你咋不上天呢？行了，我们走吧。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家里有几棵橘子树，就想趁机捞点钱。市集上卖橘子的有的是。这烂橘子20一斤，啥子才卖？2位大妈对陈红已经鄙夷到了极点，骂骂咧咧的走开了。卖橘子20元1斤，不好吃不要钱。一对小情侣路过，闻到橘子的沁人清香，有些犹豫。陈红直接递过去半只橘子，尝一下，不好吃就不买，好吃再买。男孩接过递给女孩，女孩掰开一半，塞进嘴里咬开，顿时眼睛都亮了。哇哇，好吃！听到女孩惊叹，男孩看到了献殷勤的机会。来2斤，不对，要10斤。好嘞，稍等。小情侣挑了一只橘子，直接扒开就吃了起来。围观的人见2人吃得欢快，顿时也嚷嚷起来：老板，给我一半尝尝。好吃我也买。几分钟后，又有几十斤橘子卖了出去。嗨嗨，800块入账。陈红正带着桃花在后山寻宝，手机铃声响起，在幽静的山上显得格外响亮。陈红拿出手机看了看，是个陌生的号码，后面数字都是一样的，一看就是有钱人的手机号。是谁呢？你好，我是早上买橘子的林欣，打扰你了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餐厅需要橘子，价格和之前一样吗？没涨价吧？不涨价。你要多少？500斤。陈红忍不住确定一下，对，先500斤，明天可能还会需要，我会提前给你打电话。对了，送货吗？酒店急着用。好，不过我家橘子都是现摘，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才能够赶到。来了大订单，陈红也来了精神，这是要承包自己家果园里所有橘子的节奏啊！这简直是躺着来钱。桃花，我们走，回家摘橘子去。500斤橘子，1斤20，这可是1万块啊！嘿嘿，这是要发财的节奏。时间紧迫，陈红带着桃花下山，朝着家里走去。路上看到一道魁梧的身影，这是一位壮硕的青年，皮肤黝黑，手里还提着一个兔子。大憨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不是去城里打工了吗？俺二叔和工头吵架，俺和二叔被赶出来了。工头不给你钱？给俺1天80，剩下的说是抵俺的饭钱嘛。这样吧，大憨，你下午有事吗？我要去山上摘橘子，你要是没事帮我一下。好，俺没事。我到山下开车，你先去橘子园。好。山上有了大憨的帮助，2个人摘橘子那叫一个飞快。摘完5筐橘子，看重量差不多够了。陈红准备送货了。大憨，我先去城里送货，这袋橘子提回去给二妞吃。好的。江城碧水轩，小心，送橘子的来了吗？来了，从来稳重的叔叔，今天居然死皮赖脸的，非要带一些橘子回去。你说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牛逼的橘子，走，一起去看看。还要10分钟才到。林欣有点哭笑不得，那就去外面等着，正好走走。陈红开着3轮车，风风火火的赶来，刚要驶进碧水轩停车场，一位保安立刻小跑而来。您好，请问是来用餐的吗？我是来送水果的，你们老板要的橘子，请这边来。手机响了，陈红赶紧接了电话。你好，林欣小姐，对，我到了，刚刚进来，这里有位保安大哥在带路。好，去餐厅门口吗？好。与此同时，保安对讲机里也传来了队长的指挥。到达碧水轩门口时，陈红就看到一群人等在那，搞得他感觉不对，朝着边上开了开。这里，林欣挥挥手，开这里来。陈红一阵无语，你们这个阵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迎接什么大人物呢。陈红瞄了瞄餐厅，里面奢华的一塌糊涂，看一眼就不敢进去消费的那种。不好意思，迟到了一会，这现摘的有点慢。陈红顺手还拿了2个橘子递给林欣，已经很快了。我看看。林生平见侄女拿到一对橘子，也笑着接了过来。他毫不犹豫就接过扒开尝了尝，眼睛一亮道：好，就是这个，我要100斤带回去吃。好的，叔叔。林欣哭笑不得。陈老板，你一共带了多少？500斤只多不少，算500斤吧。这橘子还有吗？是哪里产的？吞下一个橘子的林生平感觉胃部很舒坦，忍不住询问：这橘子是我家果园的，其他地方买不到，大约也就剩下几千斤了。
我想全定了。全要，全摘下来会坏的。不如你需要多少，我按时给你送，或者你们自己去摘都可以。陈红想了一下，果园里差不多还有5000斤左右的橘子，全卖掉的话，岂不是能赚到10万？很快，5大竹筐橘子被餐厅服务员抬走了。谢谢陈老板。嗨，我不是老板，就一农民。陈红和林鑫告辞后，拿着10万货款开车回家了。